这速度和他第一次看我的眼神一样，让人心跳失速。任由他带着我到处冲，这也许是这段故事的开始。痛哦！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我就狠狠地撞进了他的世界。那一刻，我好希望这一撞能够停留久一点。哎，对不起，同学，不好意思，打到还会痛吗？拍谁？每天和他朝夕相处，他跳起来的瞬间，我也跟着飞，跟着冲。他笑了，我的世界也就亮了。也许他心里知道，其实我们早已慢慢习惯了彼此。那你嗨，你们来练球？对啊。那怎么只有你们两个而已？会无聊吗？因为有他。好吧，也是。再一次。哎，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No matter， 我们不必完全相同，只要我们愿意调整步调，就能接住，一起往前走。那我们一起加油吧。哎，走吧，我们继续吧。同学，不好意思，打到还会痛吗？拍谁？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挑战，但我知道，只要不放弃，勇往直前，就不怕迷路。一起加油吧！因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想去的方向。那你们呢？哎，好吧，我们继续吧。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一起来欣赏第5届格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今天是2025年8月31号，我们一起来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口校区的体育馆，一起来欣赏这个相当精彩的社会组男子的排球赛事。那今天的比赛，很高兴是邀请到我们专业的排球教练邱龙斌邱教练，还有我主播林志儒以及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来为大家服务。邱教练早安！哎，早安，大家早安。好，那今天是我们整个格西亚杯社会男子组第2天的赛事哦，整个是复赛的赛程。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就是在先前小组预赛当中，分别是拿下 A 组第2跟 B 组第2名晋级的男生人寿要对上梅林的比赛。那在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可以透过我们全球运动产业整合交流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动资 Sports 以及 Hub Sports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这个精彩的赛事哦。那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展开了，我们也先看一下球员们在线上这么个热身备战的状况哦。那现在比赛即将开始，就是要由我们社会男子组的复赛是男生人寿要来对上梅林哦。是。
那蛮特别的，这个歌夏杯主要其实就是以强调是素人赛事啊，可以说是大家来争夺最强素人排球队的称号哦。没错，也是可以看到大家可能在一般的社会组的素人当中有什么样的排球奇才哦。这个高手啊，就在民间呐。是，对。好，现在我们要准备比赛开始了。好，这边可以看到，在画面上左边身着浅色球衣的就是我们的南山人寿排球队，那现在在发球的就是梅林排球队。哇，结果这边一个接球，感觉沟通有点急哦，让梅林这里是发球就得分了。再透过这个重播来看一下。哇，其实接发没有什么问题，但感觉队友之间的默契并没有搭配好哦，这可能是大家需要再注意加强的地方。接起来，哇！结果反而接成一个 chance 给对方哦。还没有热身，是让梅林现在靠着发球就连续拿下2分喽。篮网，好球，前台的位置没有 touch out。是这边是打飞了，是南山人寿这场比赛也成功拿下分数。好，现在单手举球机会，还有，哇，这个擦网球接到，目前还有这边只能够调过来喽。哦。这边又是个拦网哦，拦网出界，是。再透过这个重播的角度来看一下哦，哇！但南山人寿这边前排的位置要注意哦。刚刚其实虽然说是拦网出界，但这个想要攻击的角度其实并没有抓得很好。哇！这边强力的杀球。前排的位置来看一下这球，梅林成功拿下分数3-2。哇，这球救起来，但球已经喷到隔壁墙喽。最后扑下去的救球，手腕运用的非常好，对，这个左手的扣杀哦。快攻！哇，这边感觉南山说前排处理的有点，现在前排的状况比较多哦。是，刚刚感觉是在一个要再拖再将球拨到对面场，有点犹豫的感觉。你算到4-3，梅林你是1分。好球，修正。是这次的举球做得相当不错，对，修正的非常的到位啊。再透过重播来看一下这次杀球，刚刚杀球得分是7号的洪清伟，看这里发球又发生了失误哦，比数来到5-4。南山人寿7号的涂祥敏来发球，好来看这球衔接处理的如何？对，是虽然说拦网的位置有抓到了，但最后球是直接喷到了后方的界外，稍微可惜了一些哦。还有，哇，这边还有。救起来！哇，但又是打到界外哦。南山人寿11号的彭威凯，其实这个想法还不错啊，在这个角度不好的情况之下，只是想将球拨到这个梅的后场。快攻，来调破，哇，这个杀球，但是被南山人寿给成功拦网。再
再来看一下这球慢动作重播，哇！男生人寿这边前排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备好4号的陈志刚。结果梅林这边是让男生找到了空档，又是4号的陈志刚来抢下分数。这边直接抓到一个空隙哦，直接把球压下来，是比数来到7比6，双方1分的差距。3人难网这次成功打穿了，没错。哇，非常漂亮的扣杀哦，梅林7号的洪廷伟，而且现在轮到他发球。后排哇，但这边接起来处理的位置不太好攻击哦，就是挂网，让梅林来到9比6，3分的领先。发球依然是背号7号的洪廷伟。好帅！其实这球感觉没有包到，对，并不是不好处理的哦。这个衔接接发过来，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攻击机会了。但男生说自己没有把握，比数来到10比6。回攻，好，这球成功拦到，但球还在男生这边，再来修正一下，找后排。大炮。哇！今天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梅林在这个位置得分的几率还蛮高的哦，已经成功从这边扣杀拿了至少3次得手了。现在11比6暂时的领先，对，慢慢拉开了。是，然后男生人寿刚刚是喊出了暂停哦。对，就以目前两边的状况来看，教练觉得，可能造成这5分的差距。以南山人寿这里现在可能有哪些环节是最需要去改善做加强的？目前来讲，我觉得南山人寿的他的一个攻击点哦，他比较固定这几个。那像那个梅林的攻击点是比较多，是，所以说相对的，你攻击点多的话，你要防守的话，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它就会比较分散。是，拦网的话比较不容易去做一个拦网的一个效果。是，对，所以说慢慢分数就会比较拉开了。了解。对。哇！但梅林现在这里边是也发生了发球的挂网哦，教练得分。喊暂停，等于是让南山人寿的暂停稍微收到点效果，有稍微止血哦。那就来看能不能趁这个气势一口气再将分差给缩小。哇，这个拦网做的相当不错，有抓到了前排的位置。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球南山人寿的拦网，哇，完全被6号跟8号的球员封下来了喽。6号的苏俊章以及8号的苏建豪。这边发球进来，或者来个快攻，但右边男生球可以挡下来，一样的位置，哇，还有，再接起来，球好好处理一下，后排，还是男生手有机会，哇，这个chance有把握住哦。7号，南山人寿7号的涂祥敏，这个应该是左撇子的球员哦，这个左手的扣杀。角度抓得相当不错，现在分数缩小2分差距，9比11，男生人寿2分的落后。界外是，哇，这边梅林的判断算是蛮准的哦。感觉以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发球状况来讲，梅林的把握度也稍微高一些些。修正一下，还是要招7号。太斜了，是，对，这球想再拉一个大的角度哦，没错。但位置稍微可惜的一些是出界，南山人寿得分12比10。哇，连续2球想要做强势的攻击，但梅林都自己将球给杀出界哦，并没有把握好，掌握好整个得分的机会。因为其实以刚刚这场球来讲，整个接发的衔接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对，主要是最后的攻击手的角度可能要再修正一下。是。
男生说发球，这才哇，这次成功修正成功哦。是。梅林背号6号的林宏伟，哇！现在他来到这个位置，基本上球队是感觉交给他主攻的意图蛮明显的。对，应该会是团队非常仰赖的重炮手对，得分的主力。对，大炮，快攻，吊球。哇！这边擦到之后，结果是出界。出界，对。哇！现在南山人寿分数追上来了，两边只有1分差。哇，是一个触网球之后出界哦。吴庆林发球，啊，吞下来了，是把球吞下来了。再看重播，看一下这球的位置哦。哇，这个时间差还 OK，但封到稍微封到网之后，对球的角度没有办法让队友处理的机会哦。好球，拦得漂亮，哇，漂亮的拦网，单人拦网。哇，完全被梅林这边给掌握。没错，对。再来看一下这球，哇，又是7号的洪廷伟，这场比赛目前为止表现相当亮眼哦。对，界外是背号6号的林宏伟，刚刚在前排的攻击相当猛烈，但这个力道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这个发球的时候，并不是在扣杀哦，准度要先求出来。是，哇，这个时间差，好，哇，这也拦到了，男生抓个正着啊！是，哇，这球两边一攻一防，非常的精彩哦。最后让南山人寿给守了下来，15比14，1分的差距。再找洪廷伟的扣球，哇，这个角度斜线的攻击抓得很准哦。再看一下这个起跳的角度扣过去，南山人寿后排这边可能要稍微警戒一下哦。跳罚进来。哇，7号是男生说还是要靠7号的涂祥敏哦，这个左手大炮再炸了一发，是发球了，轮到后排了，是。醒着起来，再找林宏伟，哇，这里救起来，但又是直接接喷哦。对，有快攻的掩护哈，那才会比较好攻击这样子。哇，梅林7号的洪廷伟这场比赛目前表现得相当亮眼。好球，处理了，这边没有太好的机会，准备要有个 chance 给梅林了。哇，这个时间差的攻击非常的漂亮。对。哇，感觉刚刚南山人寿的目光又都已经放在7号的洪廷伟身上了，结果直接来个时间差，抓第一时间前排的攻击。由9号陈志成轻轻一波拿下分数，现在梅林来到18比15，3分的领先。现在经过短暂的暂停之后，比赛要继续哦。南山人寿这里有做出想要尝试换人，是最后14号的吴国宏下场哦。又轮到梅林的发球，现在在第一局18比15，3分的领先。好皮，还有触网进来，这里还有哦，哇，太急了，是南山的时候这边想要来判，直接打界外，对他们刚刚想要跟裁判来看这球有没有碰到，对，有没有 touch out？ 我看来之后还是梅林得分哦，这球已经发进来了，
这里接发处理的位置不太理想，这是接发球啊，要特别注意啊。10号彭威凯想要再将球给修正回去，但还是触网了，让梅林来到20-15，又将分数拉开了。5分的差距。哦，这个跳发，快攻！但梅林成功处起来，再找洪廷伟。哇，今天这个位置的扣球。他去碰到标杆哦，是，这球是碰到标杆了，碰到标杆了，对，所以是南山人寿得分。再透过重播来看一下啊，确实打在了标杆上哦。对，接发快攻，哇，第一时间的快攻。南山人寿这球处理的不错，但最后攻击是挂网了。背号12号的吴庆林。哇，这球其实做球做起来的角度是 OK 的哦，出手比较慢，这球掉得太低了。哇，第一时间直接拨到梅林的后场，再找6号，哇，结果在前排反而是一个呛死，让梅林直接拨下来得分。背号9号的陈志成，哦，反应也很快哦。现在比数来到22-16。好，到位，手接起来，好球！哇，救起来还有哦。来看梅林要怎么修正这一球。没有打到，是6号的林宏伟哦。其实这球接起来，团队已经尽量修正出一个比较好处理的位置了。但还是让南山人寿来抢下分数。现在22-17，双方5分的差距。哇，又是这个位置，6号的林宏伟。梅林那个球已经做得很偏了，是，对，被他修正进来了。对，这球也是用左手来扣哦，扣得相当不错。梅林这场比赛第一局这个地方抢下了很多分数哦。时间差的攻击，但被梅林给成功拦下。哇，后面没有人靠吧？感觉可能对于队友这个扣杀非常的有自信哦。对，确实后面没有人去顾到要看法的部分哦。对，哇，反而让现在梅林24-17，好球！这边救起来还有机会，再找6号林宏伟。啊，结果让没有人打了。对，南山人寿这边可能以为球要打过去了，并没有意会到哦。是，然后现在第一局。梅林就是以25-17来顺利拿下第一局。是。哇，感觉可能毕竟礼拜天早上一开始9点半的比赛那尤其又在我们这个台师大林口校区啊。如果是不管是从台北或是中部来的朋友们过来，也是稍微要有点路途有点车程，真的。可能到场之后一大早还没醒啊。南山人寿这边的默契必须还感觉状况要再调整一下哦。对。那现在目前第一局是让梅林成功拿下局数1-0的领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再回到第5届阁下杯全国排球锦标赛。
欢迎再回来，一起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欣赏第5届歌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我们社会男子组的复赛，由南山人寿身穿白色球衣的南山人寿又要对上身穿深色球衣的梅林。在第一局，梅林是以25-17拿下哦，先下一城，目前局数来到1-0的领先。是。那南山人寿这边刚刚有几个球，感觉处理的好，可能整个团队又在找寻一下比赛的节奏哦。对。来看，经过第一局来到第二局，有没有办法成功的热开来哦，想办法来扳回一城。那比赛第二局比赛开始，再来。这边要再要再修正回去。其实第一开始接到的时候就已经触网了。那南山人寿第二局有个好的开始哦，率先抢下分数。快攻！哇，第一时间往前面一甩，这边是个衔接球的 chance。哇，这边想要来个强烈的扣杀，最后也成功拿下分数。南山人寿背号7号的球员哦。哇，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感觉主要攻击是靠他哦，7号的涂祥敏哦。然后这球成功拦到了。哇，在第一局，梅林6号林宏伟这个位置拿了不少分数哦，但这球是成功被南山给拦了下来。第二局他们来个3-0的开局。快攻，守到了。哇，可惜了，这球想法不错，对，南山人寿。对，南山人寿背号的苏建豪哦，想要在第一时间将球给拨过去，但这个想法是还蛮不错的。对，没错。快攻！哇，再拨一次。对，再交给8号的苏建豪，这球又成功抢分。南山人寿在第二局打出一个4-1的开局。快攻，吊球。有 touch 哦，是，有 touch 到。南山人寿背号11号的彭威凯，我感觉确实经过第一局的热身之后有差哦。聊第二局，现在5-1的领先。还是找林宏伟的攻击。哇，他在前排整个破坏力非常的不错哦。是。这球也是让南山人寿虽然碰到，但也是直接出界了。梅林2-5，3分的差距，但现在他要轮到后排了，发球。哇，同样的位置也来扣一个，但这里还有哦。接起来来看怎么处理，哇，再救起来，还有救起来啊，可惜了，哇，这球两边都很精彩哦，最后还是让南山人寿7号涂祥敏的扣杀来拿下这一分。哇，这边直接冲进来一个滑垒哦，用脚将球给救起来，好球。哇，这球是直接扣出界了，这就稍微比较可惜了一些哦，是一个算是比较好攻击的位置哦。找到洞，是，对，直接打下来了，时间差，攻击。梅林的发球，哇，这边时间差的攻击做得还不错。对，7号还是。现在南山人寿8-3的领先。哇，这球直接扣过来，都打到我们旁边舞台上，我们主播台旁边了。是，力道相当的强劲。
哇，当然这球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跳得太高了，是，哇，这边希望没事。是，当然以这种比赛，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大家周末假日来比这种比赛，整个第一目标还是要健康安全的完赛哦，很拼命的。哇，这边空中直接低手拖了过去。哇，这边想要扣，但是直接是触网喽。还有在救回来，哇！结果刚好在前排轻轻一碰哦，梅林9号的陈志纯。现在梅林分数追上来了，3分差。后排的衔接，哇，这边跳起来角度有点不太对，但修正回来，哇，是让梅林成功的扣杀来得手哦。再来看下这一球，哇，拉到这个角度过来，斜线的攻击还是相当的强势，9比7，2分的差距，慢慢追上了。是，哎，中间，哇，还有机会，哇，这边再救起来，来看这个修正处理的怎么样？结果扣杀是被拦了下来。对。哇，现在是让梅林在第2局又成功将分数给追了上来哦。9比8，1分的差距，这边南山是又叫出暂停。好，继续回到这场由南山兽跟梅林第2局的比赛哦，现在双方只剩下1分的差距。哇，结果梅林这个拦网又成功了，加强了拦网，是背号9号的陈志纯跟6号的林宏伟哦。哇，这边双人在前排挡这球挡的真的相当的彻底，也将比数扳平了9比9。由背号5号的黄崇伟来发球，国球有快攻，哎呦，哇，直接快攻，对，这直接快攻得手啊！那个让对方啊措手不及啊。是，哇，背号9号的陈志成。梅林的发球，哇，但这球直接发球失误哦，甚至让南山又将分数追平，两边比数来到10比10。有4号陈志刚发球，哇，没有注意到，对，这个接过来，感觉位置并没有衔接好哦。直接接出界了，做个修正之后，哇，这边南山有成功挡下来哦。来看怎么反击，哎呦，结果这是踢到铁板，的9号给挡了下来。没错，踢到了铁板。是，哇，陈志成现在连续在前排的拦网非常的有效果哦。那个举球啊，那个南山人寿举球举得太靠网了，是，对，所以说没有角度了。哇，这边防守表现相当的精彩，现在要来轮到自己来发球，梅林9号的陈志成，快攻，哎呀，对，是这球南山攻击的处理就相当漂亮，是。
还稍微等了一拍哦，这将球快速的甩过去。快攻！哎呦，直接哇，这边也来个快攻得分。背号4号的蔡亚伦，哇，梅林现在蛮多球员都跳出来哦，跟第一局相比，第一局大概就是6号跟7号的林宏伟跟洪庭伟比较抢眼，现在蛮多球员都接着跳了出来。哎呦，拦的哇，而且在前排拦网真的非常的有效果。没错，角度都抓对了。哇，完全封得死死的，现在让梅林又以13-2 1分的领先。快攻！界外，对，这个攻击距离有点拉得太长了。他那个举球有一点，他的那个高度有点矮。是。对。14-12。哇，轻轻一拖，但梅林这边有掌握到哦。第二拍的处理，哎，哇，可惜了，接球是发生失误了。对。那身受背号8号的苏建豪暂停，是现在场边再出现暂停。哇，现在第二局梅林是后来居上哦。虽然说一开始被南山人寿打了一个5-1的开局，但现在已经反而15-12，来在第二局的后半段又取得了3分的领先了。是。现在经过暂停修正回来哦，不过像这种一般我们社会组的球队哦，就比较应该说比较少会有真的所谓的教练来这样子帮大家训练或者做指导哦，这时候就真的必须仰赖球员之间的默契跟彼此的沟通哦，来想办法来找出目前场上的问题，来试着想办法解决哦。这个大部分他们都是利用假日在练习，是对，很少说，这完全都是练习而已，而不是说在训练。是，所以因为平常的时间他们可能要上班啊，对，所以说要抽出时间来都不容易啊。是，哇，刚刚这球很 lucky 哦，梅林又拿下分数16-12。哇，南山今天这场比赛还是要找7号涂祥敏哦，不是成功的扣杀得分。看一下。这个左手大炮炸出来，目前是南山非常稳定的分数来源哦。他现在又来到前排，拦到了，吞下去。对，吞下去了。是这边就比较可惜了。对，南山背号11号彭威凯。哇，其实蓝的位置预测的还不错。对，但球刚好落下来的角度旁边队友没办法 cover 到哦。梅林17-13 4分的领先。哦，这球梅林还有救到哦。吊拍处理，南山这边第一时间有拦到，但旁边队友也没办法及时过来 cover。这下让梅林来到18-13，分数又稍稍拉开到5分的差距了。哇，就击起来很高，哇，刚刚好在前排让6号的苏俊伟哦，双手轻轻一拖，成功拿下分数。他们在讨论举球员是不是后排啊？哦，是。对，因为他把球推过去，哇，举球员是后排。对，裁判没注意到。是。哇，这下反而让梅林变成19-13了，领先了到6分，目前领先最多的时候。哇，强力发球，是分数拉开了哈，就比较敢大胆的发。是。
梅林背后6号的林宏伟，帮助球队来到20-13的领先。啊，这球，对，这球感觉如果不去接，其实是有可能会出界的，有可能哦，有可能。打过来的角度比较稍微再大了一些。不过还是让林宏伟连续的发球得分，帮助梅林21-13，现在领先来到8分的差距。还是林宏伟的发球，哇，这边接喷了，想要直接冲到隔壁场，想要去救哦，但还是没办法。发球真的是强力啊！对，哇，让南山人寿这边现在背号14号的吴国宏哦，直接接喷了。刚刚涂祥明想要去救也救不了了。梅林连续的发球得分，还是林宏伟来发球。哇，再来一颗哦，这球接的还不错。后续的衔接，再找涂祥明，哇，这边成功拿下分数。啊，整个做球还是必须要找到7号的涂祥明哦。是。现在14-22，南山人寿8分的落后。苏建豪的发球，直线是界外，打得稍微深了一些。没有 touch 到。刚刚杀出界的是梅林背号5号的黄崇伟，这球稍微救的有点惊险，这是后排照打，是哇，是有 touch 到哦，所以是梅林得分了。哇，这边刚刚接球，两个人有点危险，差点撞在一起哦。但还是让梅林现在23-15的领先。再找涂祥明，哦，这球被成功拦到。梅林的机会，哇，这边可能要来看涂祥明拨球位置哦，没有问题哦，持续拿下分数。是刚刚好在上缘将球给拨下来，16-23。好，这边还有哦，还有，哇，再救起来！哇，这球还在继续，两边都还有机会。哇，这分拿得很精彩哦！没注意到，对。梅林背号9号的陈志成哦，但必须说这球两边这一来一往非常的漂亮，比较多的来回波啊，是都展现了不放弃的精神哦，很多球哇都是差一拍，非常惊险的救起来，但又能够成功制造出攻击机会，不过让梅林现在24-16听牌，哇，结果刚讲完，直接将分数给送了给对方哦。比数来到17-24，南山人寿命悬一线哦。哇，强烈的扣杀，这里还有再救起来，再做一次机会。哇，成功的拦网，南山人寿再保住一分。哇，这边做给背号5号的黄崇伟哦，他们拿下分数。南山的发球，哇，这边接发出一点问题，但这边再救起来，直接接喷了。对，最后就让梅林在第二局以25-18给拿下，那最后他们就是以25-17、25-18哦，对，直落2来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恭喜梅林。对，在这场表现哦，我们请邱教练稍微点评一下两边不管是南山人寿或是梅林这场的整个比赛内容的表现如何哦。目前觉得就是梅林的他的一个默契啊，他的默契跟体力，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因为感觉上南山人寿的体力方面呢是有一点在下降。是。那
同样的，之前刚才有讲说梅林的攻击点是比较多，是他的攻击点比较多的时候，那南山人寿的防守呢，可能就比较对攻击点越少的话，他拦网的那个的点呢，就会非常的专注力，啊，就会比较好拦网。所以说呢，大致上分数就大致上，其实他们两个的那个各方面呢的一些的状况是差不多。是，那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在伯仲之间呐。对，那就临场状况是对梅林这场发挥的比较出色，是，可能昨天比较早睡啊，睡比较饱。对，包括除了一开局的6号的林宏伟跟洪庭伟都有跳出来，对，后续9号陈志成拦网相当的精彩。那再次恭喜梅林2-0抢下这场比赛胜利。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第5届阁下杯全国排球锦标赛。好。
好了，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一起来欣赏第5届阁下杯全国排球锦标赛我们社会男子组复赛的部分。今年2025年8月31号的赛事，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友印良品要对上光源哦。对，那一样是由我主播林志儒以及球评邱龙斌教练来负责为大家讲评的工作。大家好。对，那这场由友印良品对上光源的比赛哦，在昨天的小组赛预赛两边，光源是以一组第2的成绩晋级，那友印良品是 F 组第2的，对。现在要必须想办法由这2个分组第2再来争夺后续复赛的比赛席次哦。那在上一场，我们看到南山人寿跟梅林的交手，梅林是直落2哦，25-17、25-18，连抢两局来拿下比赛的胜利。是。那接下来就要看到光源跟友印良品的交手，两队都是蓝色球衣，现在画面上的是友印良品，这边穿着蓝色 T 恤的是光源哦。主要还是以上一场比赛状况来看，真的是要看两边可能赛前热身哪边能够比较早进入比赛节奏哦。对。那当然，我们这个阁下杯就是全国排球锦标赛，主要就是以社会组的素人为主啊。对，就是我们所谓的乙组的程度。对，这个甲组的，一般来讲，在大专甲组的啊，或者是在就是在有进入职业队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报名参加。对，那大家能够大部分当然现在可能出社会，平时还要工作，都是利用下班时间或者像这样假日，真的是比如说有一个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舞台，让大家延续对于排球的运动这个的热情跟热爱，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哦。终身运动啊。是，那现在比赛开始，光源率先发球哦，快攻啊！是。所以再处理起来，做完是，结果友印良品这里是先束网，让光源是率先拿下分数。我们透过重播再来看一下这球的角度哇，对，这边手伸的太长了，直接越界了，来到对方的场地了。是，好，这一脚后拍，但有救起来。哇，结果这边运气稍微好了一点点。光源的运气不错啊。是，再来看一下，哇，刚刚好就插在了球带上哦。是，光源队又霸包是。结果现在光源一开局也来一个3-0的攻势哦。这球接起来之后，哇，背号12号的陈柏清哦，狠狠的杀了下去，3-0。光源的发球，哇！这边友印良品想要来做个前排攻击，但是直接杀出界了。对啊，斜线太斜了。是，光源来到4-0的领先。哇，这边救起来，后台位置有点尴尬。结果这球杀球是触网，让友印良品现在拿下第1分，这场比赛也开胡了。发球这里直接处理的不错，哇，直接杀了下去。这个前排攻击非常的凶狠哦。光源的发球，现在团队5-1的领先。快攻，吊球，吊的还不错，但这边光没有处理到，拦到了。这球是被友印良品给拦了下来，被抓到了。是，背号19号的刘伯钧，这个拦网做的相当不错，很到位哦。
现在要有印良品4号的游弘毅来发球。好，节奏稍微缓一下。小球，哎呦，还有抓的还不错，但光远这里还有机会。哎，哇哦，最后是找到这个光源的是举球员举得非常的非常的好啊。是最后11号的赖任宽哦，来打下分数。看到了，还有是大炮啊，打飞了，直接打飞了。永英良品3号的简正彦，这球就比较可惜哦。持球是 double touch 2次。现在让光远这在第一局来到8比2的领先。是小球，还有球救起来，还有是哇处理过来，有一良品的机会，哇直接放个长球哦。还有这球还有救到哦，这个 chance 能不能把握住？哇，这边再救起来，哇，打个短的，但光远还是有救到。哇，这球两边还在继续，公正球，公正球了，是球跑进来，公正球是哇，打到最精彩的时候，球跑进来，再来看一下，哇，这边刚好隔壁场的球，真的就在这个时间滚了进来，刚好滚了进来。这里还有哇，结果这次光远11号赖任宽的扣杀是被有印良品给挡了下来哦。是，哇，这球封网的角度完全抓到了，9比3。哇，用左手轻轻一拖，达到非常不错的效果，但有印良品再处理起来，这边要留个 chance 给光远了。哎呦，哇，这个时间差的攻击非常的不错。没错。光远7号的田展和跳得很高啊。对，哇，真的，这球在空中停留了一阵子啊。不过现在让他是轮到后排要来发球。对。哇，这里成功挡下来，但还是光远的机会，把它吞下去了。是，这个小球成功拿下分数哦。10比3，光远7分的领先。哇，直接落地，是接球上面发生失误哦，有印良品。这球以发球来看，其实并没有说到很难处理哦。感觉刚刚接球员脚步再稍微往前移动会比较理想一些。没错。单手举球，好球！哇，这边刚刚有两位球员的默契很好哦。再找一次，哇，换个角度，没过网，是。现在又让光远拿下分数，已经来到12暂停啊，比3 9分的领先了。场边出现暂停，哇，有印良品现在要想办法来止血哦。对对。其实就目前来看，几次的攻击衔接做的还不错，但几次有效的攻击都被光远给挡了下来。光远的拦网啊、防守啊各方面会比较好一点，是身高又比较高一点，是身高，对，目前我们在舞台上主播台上来看的角度，确实哦，光远整体的身材是相当不错，是。好，就看暂停过后，永印良品这边哇，现在已经9分的落后了，有没有办法在暂停过后来止血哦？对。
光源这边还是要由背号7号的田展和来发球。哇，结果暂停回来，被受到干扰，直接一个发球失误哦。是有良品，这也算是成功止血了。不管怎么样，这也是拿下分数了。对12比4，快攻！哇，这里还有救到，还有处理的机会，打上后排。哇，这边还有吗？没了，最后再救起来，球已经出界。这边刚刚好哦，就在中间往上的位置，直接被挡了下来。比数来到5比12。爸包，哎呦，防守好，哇，有一点大意哦。是暂停完之后，光源有一点。再来看一下这球，哇，坐起来，结果直接把球送给对手霸包球哦。对。其实后续接到还不错，但队友并没有办法来衔接上，发球出界。但有印良平这边发球没有办法成功把握住机会哦。对，又让光源拿下分数。13比6，两边7分的差距，而且这边有印良平又发生了接球的失误，哇，背号13号的许佑明。这样就很伤了。对，稍微调整一下喽。这边搓起来，不找攻击的位置，哇，成功拿下分数。是。有良品背号12号的王博雄，哇，这球杀的角度就很成功了。14比7，快攻啊！打太长了，对，真的想要做个修正，对，但这个做起来的角度感觉并没有很到位哦。光源现在14比8，光源还是保有6分的领先。界外，快球，是，对。其实这一次有印良品的封网是有拦到了，但这个角度回来还是出界了。两人拦网其实是有抓到光源这个攻击的位置的，稍微可惜了一些。让光源来到7分的领先，15比8。好球，哇，这个球成功救起来。球，对方的球，对面的球跑过来了。没有，他知道。对，直接杀出界了。是。再来透过重播看一下这一球，哦，确实并没有拦网，并没有碰到。对，快攻！哇，刚刚这个非常漂亮的一球哦，这个快攻衔接做得非常到位哦。力快，对，是，对。16比9，两边7分的差距。哇，结果发球又是直接出界哦，发球失误比较多一点。对，有印良品这里可能要再去修正一下哦。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第一局出现了比较多这样子没必要的小失误哦。单手拦网，哇！结果一来一往之间，又让光源抢下分数。背号20号的徐子君单手直接拦下来啊！是。抓的时间差，还是有印良品的进攻机会。这球防守做得很漂亮，直接往前塞，塞到前排。哇，这边还有，哇，来不及了，又让光源给拿下分数。
暂停了。是，再来看一下这一分哦。对，哇，光源整个前排的防守做得相当的到位，现在分数来到19-9，双方双位数的分差了。对。以有印良品来讲，其实一些主要真的是一些太基本的、没必要的失误发生太多，不管是发球跟接发，光是发球跟接发加起来，大概就已经掉了至少6分。对，没错。就是在一个比较不会受到尤其发球在一个比较不会受到影响的情况之下，直接白白将分数送给对方，对球队来说就比较亏了。对对对。那就再来看暂停过后有没有办法再稍微挽回一下颓势。不过暂停回来还是光源要发球，由4号的宋树人来进行发球。篮网，哇，这球还是拦到，修正来吊球，对，只能说吊球了。哦，直线，直线。光源今天前排的杀伤力很强哦。是。再来看这球背号12号的陈柏兴，哇，这球杀的真的很狠哦，20-9，11分的领先。球进来，这边还是肉到，直接调过来，有印良品有机会。来，篮网哈，都是篮网再来，中洞是打穿了，这球终于让有印良给打穿光源前排的防线哦。成功的拿下分数，20-10。这球还有哦，直接放个小球掉到后排，这球成功拿下分数。有印良品背号13号的许佑明，哇，用左手轻轻的一推哦，反而是让球掉到了光源没有戒备的地方。翻手机，哇，第二个时间差。对。直接打回来了。是，这球有印良品处理的就很到位哦。是，又是背号13号的许佑明，直线的攻击。现在比数20-12，两边8分的差距，有印良品来发球。好球。没过网，这球是没有杀过。但必须说，光源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整个接发的状况是相当不错。是，几次的接球都能够有效的形成自己攻击的机会。就看举球跟攻击手怎么样的搭配了。是，对。不过刚刚是让有印良品拿下分数13-27，分差一样是有印良品来发球。10号陈庭云换边呢？斜线，结果反而让光源找到了斜线的空档。是，还是让背号12号的陈柏兴哦，这球杀的稍微力道放轻了一点，也是收到得分的效果。打球进来，这边处理了稍微比较快攻不太理想一些，反而给了光源机会。是20号的徐子君直接快攻来抢下分数。哇，这个包下去瞬间那个手速很快哦。22-13。出界是，这边光源发生了发球的失误。
哇，但也必须说啊，其实就连可能社会甲组弃牌，其实也蛮多会有这种发球送分的状况，真的是难免啊。因为通常发球就是最好的一个攻击啦，所以当然都会比较加压。是，加压的时候，有的时候球就会出界，对，这样子。快攻！这边快攻再度拿下分数，又是20号的徐子君。现在让光源在第一局见到23-14，9分的领先，距离第一局只剩下2分就可以来拿下来了。是，哇！刚讲完发球，结果又发生了挂网的失误啊！也是20号的徐子君。感觉好像目前稍微称赞一下前面有前排攻击得手之后轮到他发球，结果都不太理想哦。对。修正回来，对，但没有办法打出太好的攻击角度。可惜了。这球光源用力的扣了下去。7号前展和又帮球队拿下分数，现在光源在第一局已经进牌喽。24-15，光源的局点。吊球，还有，哇，这里还有办法处理。继续了。永良平这边有个机会哦，吊球。再掉，这一次直接掉往后排，光源没办法接住了。现在24-16，永良平现在还有机会哦，第一局比赛还没结束哦。哇，这里光源自己第一块，对，没有做到，timing没有抓好哦，直接挥空哦，2号的杨逸轩。现在永良品又撑过了1分，17-24，7分的差距。哇！但现在又发生了发球的失误。对，永良品背后19号的刘伯钧，这个失误也让光源25-17，在这场比赛第一局率先拿下。
好，欢迎回来，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欣赏第5届歌夏杯全国排球锦标赛。那也再次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全球运动产业整合交流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动资 Sports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来收看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继续跟着我主播林志儒，还有邱平、邱龙斌、邱教练来欣赏这场有印良品跟光源的比赛。那在第一局，光源是以25比17拿下哦。对，整体不管是前排的防守跟基本上一开始的接发就能够很到位的去衔接到做攻击的位置。对。那现在第2局要有印良品来先来发球，哇！结果第2局一开始就直接发出界，让光源给抢下分数。这边可能只要稍微再多加修正一下哦。有印良品这场比赛几次的失误都是比较不太应该发生的状况。光源的发球，哇！结果这球发得很猛哦。光源12号的刘柏清，这场比赛表现也相当的抢眼哦。前排的攻击几次的重炮扣球是让人印象深刻。光源2比0。对，发球带点旋转进来，哇！有 touch 到，是，这是有印良品的快攻做不错哦。背号12号的王柏雄哦，往这边掉个小球。但有良品再救起来，还有出的机会，再找王柏雄这个扣杀成功拿下分数。哇，个人连拿2分哦，帮助球队在第2局现在追成2比2的平手。是。拦到了，成功拦到，但后续光源还有处理的机会。这边也再救起来，再找王柏雄界外，但是这个扣球扣得太深了，是太长了，直接杀出界，让光源现在3比21分的领先。要有20号的徐子君来发球，这个快攻，哇！助王是移位的时候不小心手摆到了，对，手碰到。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对啊，手对下来的肩膀的位置哦，是触网了。好，这边成功拦到，哇，有印良品成功的拦网。现在在第2局来到4比3的领先，是加强的拦网哦。快攻，哇哦，光源的快攻又得手哦。这场比赛目前为止几次快攻的发挥处理都相当理想。只能出其不意也来一球，对。哇，再来看这个处理相当不错哦，角度也是打得很刁钻。19号的刘柏君，现在有印良品要由12号的王柏雄来发球哦。刚场上场地这边可能是刚扑下去救球哦，留一些汗在地板上，还是要来处理一下。5比4，有印良品1分的领先。
时间差啊，被抓到了。对，有印良品这次的防守相当成功啊。是，再来看一下，哇，前排2个人在等你了，完全封死了你攻击的路径。由13号的许攸明跟3号的简正彦构筑起来一道高墙，将球给挡了下来。哇，界外，发球这边还是要再多加注意哦。没错，又让光源给拿下分数，两边1分的差距。11号魏成浩的发球。这球就杀得算蛮准哦。对，光源第一时间有拦到，但后续球队友没办法去 cover 了。哇，角度是还是让他杀到了。7-5。哎呦，哇，还是要看光源背号12号的刘柏辛哦。是。哇，这球杀过来，反弹起来都直接杀到我们主播台旁边了，杀球力道真的很猛。7-6，光源的发球，小球，哇，拦到了，是，拦网，哇，又是12号的刘柏辛。再来看这球在前排，哇，完全被他抓到了，单人就把这球给拦了下来。快攻！哇，这球直接拖过来，但有良品还有机会。还有光源再哎呦，球太滑了，是滑掉了。结果20号的徐子君要做球的时候直接失误哦。对，可惜了。对，哇，这球完全滑掉。对。8-7，有印良品领先1分，再救起来。哇，这球有印良品就杀得很不错哦，整个做球也做得蛮到位的，让背号13号的许攸明扣球拿下分数。快攻！这球哎呀，碰到标杆了，对，救起来是直接打到标杆了。对，不然其实面对光源这一次的快攻，感觉有印良品是稍微有在做提防哦，没错，但可惜救起来还是角度太大了，让光源现在追到又剩下1分差距了。有球，这边来个小球。再叫过来，这里还有机会。哇，这边还有机会，还有，再救过来，快攻！哎呦，结果还是让光源给拿下分数。是，哇，这边两边一来一往打得相当的精彩哦。这个单手做球照样让20号徐子君给拿下分数。9-9，光源将分数给追平了。由4号的宋树人来发球，中间好球，大炮。哎呦，他知道是，对，光源12号是表现真的非常的抢眼哦，背号10号的刘柏辛。帮助光源在第2局现在10-9取得1分的领先。愉快。有印良品这边马上还以颜色。对。10号的陈庭云。两队10-10的平手。哎。接球发生失误，是以光源来讲，算是这场比赛比较少发生的状况。没错。哇，这边第一排
大家感觉都疏忽了。对，让永义良品11-10的领先。再次接发没有问题，后续攻击的衔接，对，哇，还是要靠12号的陈柏青啊。哇，这个跳起来的高度真的非常有可看性哦，弹性相当的好。11-11。这球杀球也很猛哦，是直接的杀球得分。哇，再来看一下陈柏青这一球，哇，杀得非常的漂亮。12-11。哇，这次没有包到。对。想要如法炮制再来一颗哦，但这球就直接发出界了。永义良品再将分数扳平12-12，由背号10号陈天云来发球。哇，这边还有机会再救起来，还有。是这边陈国文处理过来，变成永义良品的 chance。啊，被拦到了，结果被拦到了。举球举得太靠网了，被拦死了。对，哇，光源刚刚的拦网相当的精彩哦，硬是让王柏雄这球没办法穿过去，被光源背号7号田展和给挡了下来。继续由20号的徐子君来发球。再让王柏雄来杀一次，但光源再成功的衔接，哎，界内这个攻击，哇，是在界内哦，对，界内，这是让光源在第2局来到14-12的领先，永义良品又叫出暂停，对，哇，以这一局来看，永义良品其实一开始虽然说一开局发球就有掉分哦，但后续刚刚其实原本都是居于领先的位置哦。现在比赛来到后半段，反而让光源取得2分的领先，就看他们现在暂停要怎么来调整跟修正。对。主要可能还是一些小细节的处理啊。通常一个比赛，基本上这种比赛就是在比谁犯的错比较少、哦。对。一些小细节的疏忽跟失误，往往就是这样1-2分分差，差距就在这个地方了。要赶快去调整回来。是。对。光源的发球，快攻。这次快攻都处理得相当到位，暂停回来马上抢下分数，这次暂停是有效的哦。对。对，还有19号的刘伯钧的快攻抢下分数，13-14，永义良品1分差。接发起来，进攻的机会，这边还有，哇，这边成功救到。但是来一个光源的 chance， 哇，拦网拦到，但 touch out。哇，但必须说，刚刚这球永义良品处理救得很漂亮哦，在前面这一拍的救球的部分。哇，这边拦网虽然有拦到啊，但是 touch out 了，又让光源给拿下分数，15-13。哇！哇，同一时间光源发球也发生了失误。对。背号7号田展和发球失误，又让永义良品抢分。这边接发稍微长了一点，吊球，再救回来。对，这还是个可以攻击的位置。哇，这边拦到，但也是 touch out。对，拦出界了。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整个光源就算接球第一时间没有到太顺畅，但在第2拍的衔接都能够处理的蛮到位的。
至少都能做到让攻击手是可以攻击的位置。哇，哎呦！然后那球感觉要发球界了，对但有一良品硬是接了起来。直线，这球救得很高，对，后续还有处理的机会，结果被光源给拦了下来，踢到铁板。哇，这个拦网非常的漂亮哦。对，哇，直接被挡了下来，光源18比14。就做的太后面了一些哦，后排的进攻，再来还有，哇，又是个 chance， 哎呦，哇，还是要让12号的刘柏辛来拿下分数。哇，光源的主要攻击手哦，从他这个位置来进攻，哇，这个分数的把握率真的很高哦。对。19比14，光源来到5分的领先，要继续由10号的陈九如来发球。哇，结果这边又发生了发球的失误。对。现在永义良品必须要想办法给把握。19号刘柏君的发球。对，救起来，吊球，哇，来个吊球，但永远还有救到哦。对，还有，这也是光源的机会啊，这叫对，是，还是12号的刘柏辛啊。再来透过重播看一下，哇，他这个跳起来的高度是真的很高哦，没错。以我们一般社会组来说，在前排真的非常的有破坏力哦。哇，这个发球一开始的抛球感觉就失误了，想要发小球，对，自己的抛球就没有做好、哦。对，20比16。快攻！20号的徐子君。目前看起来，光源就是12号的刘柏辛跟20号的徐子君哦，两人在前排的时候，整个攻击动作做得非常到位哦。还有，这边有拦到，后续还可以再调整一下。这个 chance， 哇，直接打喷了。7号的田展和这球直接将球给送到隔壁场了。是，他举球举得太外侧了，是，对，没有角度了，对。有印良品的发球，个人时间差，哇，个人时间差，厉害！这球做得很漂亮哦。是，再来看一下20号徐子君，对他个人时间差，对，21比17，帮助球队现在来到4分的领先。想要第一时间抢个小球进来，哦，是触网了，防守的光源这边发生触网，太靠网了。再透过重播来看一下，啊，是手下来的时候，永良品的发球，哦，现在场边又有球给飞进来哦，哦，球还没发进来，所以是稍微暂停一下比赛，再继续开始。哇！在这比赛后半段发生发球失误，对团队来说很伤哦。10号陈庭允，现在让光源距离拿下这场比赛只剩下3分的差距而已了。哇！这一次的扣球，12号的王柏雄又成功拿下分数哦。
这我就成功打穿了光源前排拦网的球员哦。19-22。有了，是。哇，有印良品感觉好不容易有点追上来的时候，光源总是能够适时的在回应哦。没错。现在比数来到23-19。时间差，哎，漂亮！哇，这边有印良品也打出了非常漂亮的进攻内容，让12号的王博雄时间差对，哇，这个时间差的处理确实很到位。19-23。哇，刚刚扣球拿下分数的王博雄，现在要来继续发球哦。滑关没有问题，来看光源的衔接，直接快攻，但有印良品打不上来。哇，结果持球了，这个球做球直接持球了，有被判持球了。哇，关键时刻现在是让光源来到赛点了。赛点啊，对。好球，是，对。好，现在徐荣明帮助有印良品再保住一线生机。21-24，3分的差距哦。再找刘伯清，但这球有印良品挡了下来，还有机会。哇，没有举到位，对，没有举到位哦，变成光源的 chance。最后还是要交给王牌攻击手刘伯清，用这个扣球拿下分数。第二局，光源最后就是25-21给拿下那场比赛，也要恭喜光源。25-17、25-21，直落2抢下了比赛的胜利。是。这边还是请我们教练稍微谈一下这场比赛两队各自表现的内容如何哦。我觉得哦，大致上光源来讲呢，他的一样，他的攻击点啊各方面，他的防守哦拦网的点都蛮高的。是哦，那他在防守的一个回击也快。是哦，所以说在这得分来讲，他虽然第二局来讲刚开始有一点落后呢，是，但是在慢慢的调整一下呢，他的拦网啊各方面起来之后，相对的分数就会拉回来。那至于那个有印良品的这个状况呢，我觉得他的也许比较慢热，是在第二局他虽然打起来了，是，但是稳定度呢就慢慢就有一点被节奏就被那个光源拉走，是，所以说他这个双方的一个默契也是一样蛮不错的，是，但是我觉得光源在攻击点，他的攻击点是比那个有印良品还要多，是，所以说大致上光源应该会取得优势。那就再次恭喜光源，最后25-17、25-21直落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我们等等还会继续带来第5届阁下杯全国排球锦标赛世会男子组复赛的赛程转播，我们也再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精彩的比赛。好，谢谢。
Hello， 各位喜欢排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继续来欣赏第5届歌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我们社会男子组复赛的部分，继续要来看到是优家早餐又来对上上家犬。那这场比赛我们一样相当开心的是邀请到我们邱龙斌邱教练来担任球评，还有我主播林柱来继续为大家来进行转播的服务。邱教练辛苦了，连续第3场的比赛哦。大家好，没有看到精彩的比赛，真的欣赏是非常重要的，不会累，不会累。是，那现在来看到优家早餐跟上家犬在昨天的预赛都是拿下小组第1名的成绩来晋级。上家犬是 B 组第1，那优家早餐是 A 组第1哦。不过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复赛抽签的时候，上家犬第1轮是轮空，所以等于是刚刚9点半的时候，优家早餐已经先打了一场比赛。那他们那场也是以直落2比0击败了 OA 来晋级哦。那现在就要来看状况，不知道这早上先进行一场比赛是先热完先，还是会反而造成他们体力的消耗？这可能会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哦。哎呀，好球！哇，结果看来这个扣杀非常的有力哦。优家早餐的18号卢胜嘉，重点哦，是。现在比数1比1。哇，这球还有再救到！哎，这边太急了，太急了，太急了。对，稍微可惜了一些哦。其实chance是有出来的。优家早餐的3号林宝贤，对，这球想我自己直接塞。掉个小球哦，快攻！哇哦，又是一个快攻得手，优家早餐13号的谢宗佑。目前比数2比2。哇，这边后排飞出来，进攻相当的不错。上家犬背号10号的吴伯贤拿下分数，帮助团队现在来到3比2的领先。上家犬发球，快攻！哇！这球虽然说上家犬的前排有预测到位置哦，但还是拦不住啊。优家早餐20号的吴伯景，这球扣杀力道相当的猛，比数又扳成3比3。界外没有包到，对，这个发球就比较可惜了。是18号的卢胜嘉，分数跟球权又来到上家犬这边。哇！结果这里也发生了发球的失误哦。礼尚往来一下，是两队在一开赛感觉发球的状况都需要再稍微的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接下来修正后排的攻击。哇！这里大炮直接打了过来哦，让上家犬拦网 touch out。哇，这球扣得非常的成功哦！背号2号的万家荣，哇，就这边救过来，反而是优家早餐的 chance 啊，没有包到，对，打太长了。这球稍微可惜了20号的吴伯景，哇，上家犬刚刚接发，直接接成一个 chance 过来哦，但优家早餐没有把握住，5比5。哇！第一时间的快攻得手，哇！20号的吴伯景，马上还是把球交给他，这一次就成功拿下分数。再轮转到自己来发球，哇！拨出界外，是。判断的很好啊，对，判断的很好。这球的意图算是打得蛮聪明的哦，但可惜是拨出界外了，就让优家早餐拿分。结果上家犬接发又形成了优家早餐的 chance。哇，我这边还有，对，还有，
哇，后排现在衔接起来，看一下进攻的角度，哇，后排的攻击，但桑拿琼还是救了起来。所以除了要再稍微调整一下，最后直接扣杀过来，上家拳 touch out 让六家早餐又拿下分数。是。现在来到8比5，3分的领先。结果在这个时候发球又发生失误哦。是。六家早餐背号20号的吴博锦，发球失误之后，也让队友将换下场给休息哦。快攻！哎呦，吊球！是。结果自己选择来做个吊球，六家早餐13号的谢宗佑，9比6。哦，这边打 touch out 到，但是是 touch out 的。对，桑家拳成功的进攻。哇！但必须说，优家早餐这几次拦网的 timing 都抓得蛮准的、位置也都有预测到，但这就是 touch out。9比7，2分的差距。界外是，哇，看起来两边的发球哦，这个把握性真的要再去抓一下哦。中洞，从中间打过来，对，中间直线的攻击反而收到了效果。是。上家拳背号14号的陈玉祥，哇，现在扣球得分之后，马上要来接着发球。哦，又是扣杀成功。是。优家早餐背号13号的谢宗佑。哇！现在在第一局一开赛，个人的时间差，对，做个人的时间差，帮球队贡献了很多分数哦。但结果发球，哇！这球自己也觉得拍谁啦，稍微落差了一点哦。前面那一拍进攻的相当精彩，但结果发球反而是挂网，又把分数送给对手。过网了，哎呦，结果直接送个大包球过来，上家拳没有放过，对，第一时间狠狠的扣回去来抢下分数。上家拳背号13号的桂红哦，刚球直接扣了回去哦，毫不留情拿下分数，双方1分的差距。这球还有机会再来做调整，还有，但优家早餐的处理也很不错，这边直接掉个小球，等到上家拳的 chance， 这边也拦到，还有没有机会再救？结果是出界了，哇！球员相当的拼哦，很拼哦，对，直接撞到了场边记录台的桌子哦，哇，真的很拼，对，但也必须说这比赛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安全，对。但这一分两边打得相当的精彩哦。哇，真的是完全飞扑下去哦！优家早餐的球员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现在比数来到11比11。哇，这边记录台的工作人员也是辛苦了，没想到随时还会有人给冲过来哦。对。哇！这球扣杀没有抓到位置哦，被对方给拦个正着。优家早餐18号的卢胜嘉这球被拦了下来，现在上家拳来到12比11，1分的领先了。1号曾顺敏的发球，这个又是扣球得分。哇，再来看这一球，哇，是有 touch 到啊。对。
界外，对，失误比较多哦，是发球失误又加早餐的比较多哦。是背号18号的卢胜嘉哦，现在让上家犬又来取得1分的领先，13比12。快攻，拦到了，这边拦下来，结果后排没有人 cover， 是让上家犬又拿下分数，14比12。哇，其实扣得很漂亮哦，但只能说上家犬拦得更精彩，也让优家早餐后面的球员没有注意到哦。第一时间来不及反应，这球有点危险，但做调整，真把球送过来了。上家犬的 chance， 快攻！哇哦，最后这球成功拿下分数，现在来到15比12，3分的领先了。稍稍又做一个时间差的攻击哦。15比12，上家犬的领先。背号10号的吴伯贤来发球，他只要 touch out， 对，优家早餐成功的进攻，有背号3号的林宝贤。在4号位拿下分数哦。好球，想要回击一颗，但优家早餐救了起来，还有机会后排直接扣过来，这球还有，哇，这个掉个手球，但已经最后还是让上家犬给拿下分数。是，哇，这球小球掉得很漂亮哦，非常聪明的拿分，16比13。快攻，后排，这边两边的球员对于判决比较没办法认同哦，可能要让裁判来稍微讨论一下。对，刚刚球速太快了，两边球员动作都蛮大的。是，球速太快了。好，这边抱歉，我们这边荧幕是只有我跟球评老师还有我们转播团队看得到，裁判老师是没办法来经由重播来检视的。没错，没错，没有办法挑战，没有这个制度哦。对对对对对。可能裁判老师要稍微讨论一下。是。好，那我们这里可以来看的稍微改判了，确实，对。所以最后是由优家早餐来拿下分数，这一分，对，16比14，2分的差距。5号陈宗群的发球，后排，哇，打飞了，对。这边后排的进攻其实机会有做出来哦，有打上了整个优家早餐后排的空档，但力道稍微深了一些，打长了直接打出界。现在让比赛又回到1分的差距，16比15。哇，这球扣过来，虽然有被拦下来哦，但后续的队友没办法再去做处理了。拦网有到位了，但这个角度没办法抓好哦。让上家犬现在17比15。哇！但这边发球直接出界，这就比较可惜喽。背号19号的罗清汉发球直接出界，让优家早餐现在又追到1分的差距而已。这边救起来有点危险，好球！后排的进攻，优家早餐还有。哇！这边扣球直接扣到对手的身上来拿下分数哦。18号的卢胜嘉，现在让双方比分又来到平手了。快攻，吊球，
哎也来个呦，吊球，哇，非常漂亮。是，哇，打得很聪明啊，对这一球没注意。是优家早餐13号的谢宗佑。哇，非常聪明的处理这一分，现在让优家早餐在比赛后半段现在又来到18比17的领先了。现在场边也叫出暂停哦，对现在第一局来到后半段的比赛，哇，是这场比赛打得相当焦灼，没错两队没错不愧在小组预赛都是拿下分组第1的球队。嗯，在各方面啊，默契啊，防守啊，都有相当的一个默契水准哦。对。现在优家早餐1分的领先，暂停过后回来要由17号的徐伟恩来发球。修正，最后修正做的还不错，还有机差一点会，点但来不及了。暂停回来，上家犬成功抢下分数，这样子刚刚那个暂停就算是叫的相当及时了。嗯，也有成功收到效果。再将比数追平18比18，要由上家犬来发球。哇，又来一颗重炮，但这球上家犬挡了下来，再回一颗，但是杀出了界外。是14号的陈玉祥，这球就比较可惜了。对，他打得太斜了，是最短的距离了。19比18，一样的位置再挑战一次，这一次上家犬成功拿下分数。4号位的攻击哦，19比19，陈玉祥的发球。哇，转直线！哇，2号位攻击，对，这个位置就是2号位。这个换位攻击做得很漂亮哦。嗯，转身转得非常好。是。现在让优家早餐20比19，1分的领先。大炮，4号位攻击。哎呦，拦的，哇，拦得漂亮哦！18号，呵呵，那个拦的那个点啊，是非常高啊。对，再来看一下这球，哇，完全准备好在等你了。没错，18号的卢胜嘉，哇，前一分攻击拿得很漂亮，这球防守的更精彩哦。还有，哇，这边还有机会。漂亮！最后还是让卢胜嘉来拿下分数。是，叫暂停了。是第一局，现在后半段优家早餐连续的得分，来到22比19的领先哦。一大关键就是背号18号的卢胜嘉，连续的扣球进攻哦，拦网上面也有建树啊。现在这3分差距都是他所拿下来的。对，18号。哇，确实感觉得出来，两队哦，整个团队的水准都非常的不错。哎，早上看了几场的这个水准，真的都是很棒的。对，起码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啊就敢来比赛。是，毕竟也是来打到了我们这个全国锦标赛复赛的部分。没错。上家拳的进攻，这球掉个小球，还有哦，直接攻击哦，有了。这球再救起来，看到上家拳的进攻，吞下去了。对，这球虽然说有抓到拦网的位置哦，但这球是直接下来变成上家拳得分了。20比22，哇！现在紧咬不放啊，上家犬。转直线是转得刚刚好。
这边再来透过重播看一下这球的位置哦。对，最后一刻转成直线的进攻哦。现在让优家早餐又来到23-20的领先。发球过来，上大选的机会，这个快攻被挡了下来，再救起来还有机会哦。哎呦，可惜了，是，对，碰到网子转到界外。哇，3号的林宝贤，这个变线的攻击，哇，其实抓的还抱歉啊，直接打在前面的网上，对，网带上面。23-21，快攻，还有啊，往这里再救起来，对，哇，还有机会，快攻再给，哇，这边快攻再度得手，现在第一局优家早餐24-21来到局点了。20号的吴国景哦，刚刚这个攻击相当的到位。快攻这边也来，这边单手救了起来，想办法要来处理一下，直接掉后排。上大拳的机会，我这里甩过来还救到哦，还有办法来处理。上大拳的 chance， 拦到了，哇，这球拦到，还有。再补一球，哇！幸运插到网带，但优家早餐再救了起来。轮到他们的进攻，这边还在继续，触网了，对，触网拿下分数。哇！刺激啊！所以优家早餐在第一局就以25-21，在这场比赛先下一城来抢下第一局。是。两边互有来往，
上家犬这边哇，再救起来就没办法了，让优家早餐率先拿下第1分。第一局其实两边就打得很激烈哦，最后是优家早餐25比21，仅仅4分的差距来抢下第一局。是两队都是在小组预赛拿下分组第1的成绩哦。我经过抽签，上家犬在复赛第1轮是轮空的，对。现在陷入1局的落后，来看看第2局比赛的战况。这里还有机会，还有，这里还有哦，长球过来，快攻，个人时间差，还有，最后成功顺利拿下分数，是，又是优家早餐，这里背号13号的谢宗佑哦，哇，这场比赛目前表现是相当抢眼哦。疏忽了，对，让优家早餐背号17号的徐伟恩发球来个 S 球得分哦，在判断上有点失准哦。优家早餐在第2局哇来势汹汹哦，马上又来个3比0的开局。这球也是打得太长了，界外，对。正选优家早餐4比0，开局的连续得分还在继续。来看上家犬怎么做修正，这球稍微掉一下，这边处理起来，直接第一时间拦得过来了。上家犬在第2局也成功拿下分数，是由背号14号的陈玉祥所拿下。随后也是轮转要由陈玉祥来发球哦。小球，哇，这球拦的拦网，对，上家犬拦网得手。19号的罗清汉，现在两队来到2比4，2分的差距。快攻！还有，这里还有，再救起来，但这个角度太低了，没有办法过网。哇，优家早餐这里又是13号的谢宗佑哦。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空中整个协调性、控制身体的能力非常好。哇，他这个默契，这球默契怎么突然宕机？是，结果反而发球出现了一个空档，让优家早餐直接拿分哦，来到6比2的领先，也逼得场边现在是叫出了暂停。可能来到第2局，反而一开始的状态有点掉线哦。对，上家犬这边刚刚那一分是真的比较疏忽了一些。对。可能要再稍微沟通，透过暂停来好好沟通提醒一下。那暂停回来还是要优家早餐来发球。这边救起来还有哦，还有，处理，打斜的，但优家早餐也有救起来。这里拦到，还有办法来做进攻，吊球，突如其来的小球，上家犬成功拿下分数。哇，这球处理的非常冷静哦。背号10号的吴伯贤做得很到位，帮助团队拿分。现在要6号的刘玉成来发球，吞下去了，是。哇，这边优家早餐
前排的进攻状况，这场比赛算是相当的火烫哦，又是18号的卢胜嘉，对，主要是18号的卢胜嘉跟13号的谢宗佑，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精彩。对，但丧家犬这边也不遑多让啊，这球狠狠扣了过来，硬是让这边虽然有拦到，但还是来不及做处理哦，成功拿下分数。4比7，3分的差距。快攻！哇，打飞了。是，哇，这球感觉是个 chance 啊，但没有打好。没错。佑家早餐10号的陈志光。丧家犬吴波贤的发球。好球！哇，真的还是要看18号卢胜嘉的表现啊！哇，这个也是真的跳很高哦。对。那现在轮转要卢胜嘉发球，哦，这球直接点到后场。对。哇，做球做得相当的聪明哦。直接拨过去。是。哇，再来看一下，确实是抓到优家早餐，没有意识到会有这样子的小球过来哦。啊，界外。对，打飞了。对。现在丧家犬分数追了上来，两边只有1分差距，7比8，丧家犬1分的落后，有机会在这波来扳平。小球。哇，过来直接一个大包球，大包球，没错。最后丧家犬14号的陈玉祥没有放过，哇，就救过来，直接给做球给对手杀哦。后排的进攻还有，哇，这里还有救到哦，再调后排，快攻，吊球。后排攻击，也是后排形成一个吊球，快攻，再直接往后带，这里还有优家早餐的机会。4号位，哇，对，4号位的攻击，重炮砸下来没有放过啊。就是由6号的林荣琛来拿下分数，9比8，优家早餐1分的领先。这边丧家犬可能觉得球是出界哦，但裁判认定是在界内。哇，这个判决连丧家犬场边的加油团对都有意见的，对，都觉得是出界哦。但这边分数已经判下去了，变成优家早餐来到10比8，2分的领先。哇，最后有点接喷了，但还有机会再救回来。会是优家早餐 chance 多，结果没有人要接，对，没有意识到哦。这球没有人要接，哇！结果过来反而没有人要理球，是。哇，这边救的非常的拼命，结果过来其实是个不难处理的位置哦，但优家早餐没有意识到。快攻来了。哇，这边直接接喷了，球飞到了隔壁场，优家早餐再拿下分数，11比9。哇，这个快攻处理的非常到位哦。现在由10号陈志光来发球，快攻，这边也来一个快攻，对。刘玉成回进一颗。哇，做得很漂亮哦！第一时间将球快速下压，再追回1分，11比10，两队1分的差距。后排的进攻，对，18号是
哇，优家早餐的卢胜嘉，从后排来进攻力道还是非常的猛哦。是。快攻！最后被抓到了，但机会还在上家犬这里。哎呀，拦到了！哇，前排是让谢宗佑给拦了下来哦。这边4号位的攻击完全路线被预测到。对。13-10，优家早餐来到3分的领先。我们背号17号徐伟恩的发球，开局也是他发球的时候，队友连续来拿下分数。哇哦！这边回进了一颗，是2号位的攻击，是。上家犬14号的陈玉祥哦，这场比赛也是担任球队主攻手的角色，抢下很多分数。跳得咬鼻抢分，优家早餐的18号的卢胜嘉，对啊，从表现得更加精彩啊！是从对方的手的上面这样打下来啊，完全直接你猜到了我的路线又怎么样？我的高度就是比你高哦，硬生生的你就是拦不到哦。对，14-11。这球再救回来，上家犬的 chance， 扣过来救到。还有来看怎么处理，打上后排，就我们接过来，掉个小球，也再掉一个，这球还在继续哦。还有办法来做处理。糟糕没了。对，最后这个衔接上位置已经跑开了。这个关键分是让优家早餐给抢了下来，两边多次的来回哦，还是让优家早餐拿分15-11。直线还界外，他去界，是碰到标杆了。所以上家犬10号的吴伯贤，关键时刻至少抢回这一分，对团队的士气来说算是有所提升哦。6号刘玉成的发球，哇，这球快攻打过来，球直接接喷哦。对，优家早餐13号的谢宗佑跟18号的卢胜嘉，这2位选手真的在这场比赛带给上家犬很大的麻烦压力啊，对。球直接塞上后场，也是成功拿下分数。上家犬背号13号的蔡文雄刚刚成功的扣杀得分，界外是，这球就比较可惜喽。是10号的吴伯贤。发球送的稍微再深了一些，让优家早餐现在来到17-13，4分的领先。这球救起来，又被优家早餐给拦了下来，踢到铁板，是直接打下来，对。今天前排的拦网做的也很不错，优家早餐。就打穿了，但优家早餐还有机会，轻轻一波带过来的小球，上家犬再救，还有哦，快攻，过来了，变成一个骂包球过来，优家早餐没有放过，6号的林荣成直接将球给扣了回去来拿分，现在两边比数来到19-13， 6分差距，第2局分差最大的时刻哦。比赛后半段，优家早餐连续的拿分，暂停，是这下是逼得对手又要喊暂停哦。来看暂停过后能不能办法来稍微止血。
竟现在比赛第2局也来到后半段哦，结果优家早餐整个气势越打越旺哦，手感越来越顺。好，这场社会男子组的复赛由上家拳跟优家早餐这个 A 组第1跟 B 组第1的交手哦，来到第2局，优家早餐已经来到19比13的领先，要来继续发球。哇，这个4号位的攻击，直线直接打穿，哇，暂停回来又成功拿分。上家拳背号19号的罗清汉，哇，这一分对他们来说就很重要了。在暂停过后，确实的有成功把分数给抢回来。对，14比19，5分的差距。由罗清汉来发球。哇！结果这边又是形成让优家早餐抓到了这个chance哦。对，转直线这样的。是这边拦网是完全没有预测到，也来不及了。20比14。优家早餐要继续由林荣琛来发球，快攻！哦，哇，快攻直线的攻击，对。哇，这边上家拳也成功拿下分数，是由背号13号的蔡文雄来拿分。现在要继续来发球哦，关键的发球20比15，2队5分差。哦，结果这个发球直接拿下分数，对，让对手直接接喷了。是4分差距，上家拳16比20，看能不能再来抢分。哇！但想要一样的方式，结果直接发出界，可惜了。对，尤其现在比赛来到后半段，这个团队就是很亏了。哇！4号的攻击直接被优家早餐给拦了下来。没错。再来看这球，哇，完全没办法哦，对手直接在那里等你了。没错，22比16。第一块，还有哦，这里后排救回来。哇，这边优家早餐处理上出现了失误哦。对，感觉并不是没办法攻击的球。但这边哇有点落差，对，让上家拳再追回1分，17比22。哇，这边接发稍微有点危险，但还能再处理吗？没有，直接落下来了。上家拳再追回1分，是。现在发球必须要好好把握。现在是15号的吕瑞斌的发球。哇，这个拦网救下来，直接调过来，上家拳的机会。哇，这球成功拿下分数，还是由10号吴伯贤的扣杀哦。19比22，上家拳还有机会哦。这里救起来，
好球，还有机会，对，是靠14号的陈玉祥。哇，上家拳主要就是陈玉祥跟吴伯贤哦，这2位球员目前为止进攻的表现相当不错。对，佑家早餐是暂停了，就到2分差距的情况之下，领先的佑家早餐是叫出了暂停。对。哦，就原本最多有领先到6分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手给追了上来。现在暂停回来之后，来看佑家早餐能不能顺利的止血，或是上家拳可以延续刚刚连续得分的气势哦，一口气来追过去。20比22，上家拳的发球。哇，还是界外，还是没有办法。佑家早餐暂停回来之后，结果刚刚14号刘洋廷的扣球哦，直接打出界。现在双方只有1分差距了，21比22。上家拳还是要继续来发球，15号的吕瑞斌，球发过来，哇，还是要靠快攻，对，还是要靠13号的谢宗佑哦。哇，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直接中间直线的攻击，再度帮球队抢分，23比21。而且又轮到17号徐伟恩的发球哦，这局是在这样的轮转位置下，佑家早餐拿下很多分数。哇，又被拦了下来。哇，卢胜嘉跟谢宗佑2个人的双人拦网，对。形成了上家拳无法跨越的一道高墙啊！24比21，他们现在来到赛点了，还有没有办法来延续下去？哇，突然掉一个小球，而且运气很好，还刚刚好插到了网上哦，一个擦网球过去，成功拿下分数。上家拳14号的陈玉祥，现在要继续自己来发球。22比24，那现在又要找谢宗佑，最后再交给卢胜嘉。哇，最后还是要由他的扣球来终结这场比赛，那就恭喜佑家早餐，恭喜！在第2局又是以25比22哦，哇，也是直落2击败了上家拳。这场比赛他们就是25比21、25比22，连拿2局。对，成功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恭喜！对，那我们还请教练稍微讲一下哦。我觉得这场比赛哇，其实2队都展现了非常不错的竞争水准。对，那佑家早餐呢，我们刚刚可以看，就是说他的第1局的时候发球失误比较多，是，对，但是后面慢慢起来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拦网，尤其18号啊，拦网的那个点啊，非常的高，是哦，那得分呢也可以，就是打点也很高，那得分也比较取得会比较容易。那另外呢，这个上家拳的那个后面的第2局的时候接发球呢，都比较没有到位，所以说他们在组织攻击来讲呢，就会比较吃亏一点。所以说分数，那在第2局比赛当中呢，那个佑家早餐呢中间被他拉过去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放松，是精神有一点不太集中，所以说分数很快就被拉起来了。是，所以说大致上他们的比赛的节奏，我觉得还是都各有的一个比赛节奏，还调整的不错了。是，对，只是说是那个佑家早餐的那个拦网，真的是就是说成功率会比较高。是，好，谢谢。再次恭喜佑家早餐直落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第5届哥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好，谢谢。
还没有点入的。
朋友，欢迎您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欣赏第5届阁下杯全国排球锦标赛。继续社会男子组复赛部分，又来看到可莉要来交手排好队 Mix。哇，那这也是今天连续转播的赛事，一样是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邱龙斌邱教练来担任场边，还有我主播林志儒来继续为大家服务。邱平早安，不是午安啊，辛苦了。是大家好，不会，哎。那接下来其实前面看到后续几场的复赛哦，真的是整个竞争的水准都是相当的不错，对，节奏都非常的快。对，那接下来我看到可莉跟排好队 Mix 的交手哦，就来看呢谁最后再来挤进就晋级的名单当中。对，这个昨天嘛，总共他18队嘛，18队啊陆续的淘汰了，剩下的这几队，晋级决赛。是，那现在来到复赛的部分哦，这边比赛即将开始。对。在现在画面右边穿着深色球衣的是排好队 Mix， 在画面左边两队球衣配色有一点点相近哦，主要都是以蓝色为主体。在画面左边的是可莉，现在率先来发球。哇，这边带过来，逼球打得很猛烈哦，但是是出界了。哇，这边场边听到这个扣杀的声音很大声哦。力道十足，但这个角度没有掌控好哦，是出界。然后可莉来继续发球，快球，力快！哇，这边掉一个小球，哇，一样的位置，再掉过来，可莉的 chance， 4号位的攻击，这边成功拿下分数。是4号位攻击哦。背号15号的侯佑成哦，成功帮可莉再拿下分数，现在来到2-0。哇，这边接起来是接喷了，对，也是一个强力的扣杀。哇，这边力道确实相当的不错哦，也帮助排好队 Mix 来拿下分数。结果这边掉过来，对，又是直接出界的情况哦。是。排好队 Mix 连续的得分。再过来4号位的攻击打斜线，但是出界了。哇，再来看这球这个位置。确实角度拉得太大了一些哦。3-3。哇，这边做球稍有碰到网，但再救回来变成排好队 Mix 的机会。哇，突然掉到后场。2号位，还有。哇，这边还有哦，还有办法来做进攻。吊球，对。这边再救起来。2号位，哇！2号位的攻击。触网啊。是。哦，他吞下来了。对，还是让可莉15号的侯佑成来拿下分数哦。把球吞下去了。所以接发出的还 OK。4号位的攻击，但这球打开了，对，直接出界哦。背号1号的彭建豪直接打出界，可莉的机会发球过来。来看排好队的攻击，好球！啊，这里强硬的扣杀，直接让对手接喷。哇，再来看这球，4号位的攻击，是排好队19号的洪佑君，现在要持续由他来发球。2号位，他。哦，这边界外对，但排好队这边的3号的林果是表示他没有去触碰到网，但最后还是可莉拿下分数，6-4。哇，
这个突然转向，来个时间差。哇，这球拿得很精彩哦。6比5，两边1分的差距。第一块哦，做的刚刚好。对，非常到位的快攻得分。哇，又快又准啊！直接直线的进攻。7比5，可莉来到2分的领先。这边再救起来啊！没有包到手掌，直接打飞了。是哇，感觉是个 chance 球啊，自己没有把握住。可莉背号16号的沈宏庭，这球稍微比较可惜了一些。再带过来，哇，这球成功拦下来，想要再救，但已经没有机会了。漂亮的拦网，拦网刚刚好。是。再来看一下哦，哇，刚刚好啊！对，被挡了下来，追成了7比7的平手。结果可莉马上又来一个又快又狠的扣杀哦。4号位的攻击是背号16号的沈宏庭，又是由他来抢下分数。哇，就接球接发稍微高了一些，修正回来还有进攻的机会，但打飞了。对，3号的林果这球稍微比较可惜了一些。其实刚刚接发之后，整个团队的修正是有到位的。界外。对，两队在发球的部分哦，一开赛可能现在这边都需要再调整一下。开后盾 mix 的发球，带过来快攻，哇，直接抢分！哇，再来看一下这球，背号1号的曾宇哲哦，哇，打得相当的精彩，直线直接拿下分数，让可莉来到10比8的领先。快攻一样，哇，还有这边还有哇，还收到，但带过来球已经出界了，哇！但必须说，可莉刚刚这球前排整个反应处理的已经很快了，对，两队哇，这分拿得很精彩，进攻打得很漂亮，防守其实反应真的很快，但最后处理没有办法让稳稳的接下来哦。这球拦到直接挡下，但是是 touch out 的，还是让可莉拿下分数。这边马上再回进一颗哦，排好队 mix 是又是用快攻再追回分数。再看一下，哇，这个。做球做的都是相当到位哦。排好队 mix， 背号11号的冯伟伦，现在由他来发球。接下来4号位直接吊球，救到。哇，这边直接拉，界内，对，哇，是在界内哦。背号1号的彭建豪。感觉应该也是左撇子的球员哦。刚刚这个角度用左手直接打向了后场，现在帮助球队排好队 mix 追到11比11的平手。带过来，没过网，是这球自己没有打过，对，没角度了。背号15号的侯佑成，哇，这边拉得太斜了一些哦。10比11，我这边接球稍微出一点瑕疵，还有机会，还有
哇，两边在中间卡了一下，对，结果排好队其他球员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卡吧，没人打。对，哇，这中间。哇，其实这边救的很及时哦，是，哇，这边两边互相僵持了一下，再救起来，但没有人反应过来。12比12，好球，是，这个是2号位，这个打得很准。对，背号19号的洪佑君哦。小球。这边是用小球再来抢下分数，追到13比13的平手。哇，单人拦网没有拦办，没有办法。斜线的攻击，对。背号3号的林果，我这球跳得很高哦。哇，狠狠的砸了下去哦，帮助排好的 Mix 现在14比13，哇，两队真的分数非常的纠缠哦。这是由15号的连嘉颖来发球。哇，这边又上可丽成功的抢下，是2号位的攻击。守背号2号的廖国俊拿下这一分，14比14。轮转之后，也要由廖国俊来发球。这句号是，哇，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必须说控制的相当好哦。跳得也很高哦。排好队 Max 1号的彭建豪。在空中，哇，这个看得出来，整个身体核心肌群的强度非常的不错哦。15比14，这里马上也回进一颗。4号位的一个攻击，都是左手。哇，两边你来我往啊，互相轰来轰去的，互不相让。守可丽16号的沈宏庭刚刚拿下分数，现在也来发球，对，也是左手的球员哦。哇，又是3号的林果，对，一个时间差。排好队 Max 背号3号的林果，哇，这球跳起来，整个头都是在网子以上哦。这时候他来发球，哇，稍微擦到网，哇，这边运气也稍微的站在他这边。帮助排好队的 Mix 现在来到17比15，2分的领先。不过他现在感觉脚是有点状况哦，可能是抽筋哦。哇，关键时刻，结果现在左边大腿后方感觉是不太舒服，赶快换下场来拉筋一下，应该是抽筋哦。我刚可能真的跳太高了，结果现在必须抽筋换下场，由17号的罗玉鹏来替补他上场。上这边的可丽的机会，但这球杀过来还是出界哦。背号15号的侯佑成，最后就直接杀出界了，让排好队 Mix 现在18比15。我刚讲完，又将分数给送给对方了。对啊，好不容易。18比16，2分的差距。哇，直接掉个小球，哇，这球打得相当的聪明哦。是，排好队 Mix 背号11号的冯伟伦，轻轻的往后一拖，拿下了分数19比16。哇，没有接好，是。哇，关键时刻，现在排好队 Mix 率先来到20分，20比16，这边也逼得可丽要叫出暂停哦。对。
那现在暂停回来，帕尔顿 Mix 现在握有20-16的领先。哇，想要发小球，结果没过网，对，这就稍微比较可惜。对。那另外刚刚好，帕尔顿 Miss 的团队现在是板凳球员们是在我们主播台的前方哦。我刚刚有听到，就是刚刚感觉大腿不太舒服，背号3号的林果下场之后，我感觉好像不只是抽筋哦，他有提到可能是拉伤哦，这样子就比较得不偿失了一些。是。现在画面上拍到在趴在地上，队友不断的帮他按摩做治疗，他的左大腿的后侧应该是不太的舒服。对，那至于比赛部分，现在可丽又稍稍追了上来。对，强度太强了哦，所以说有的时候会造成自己有一个受伤伤害这样子。哇，这样子真的是我们球员们参加这样的杯赛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哦。没错，毕竟虽然说是周末这样子高强度的杯赛，一个这么好表现的舞台，但基本上你比完赛，大家生活还是要各自要好好的过才行哦。对呀，这样真的也是希望他们有大碍哦，能够尽快的康复。哦，这边还有救到，可丽有机会。哇，这里扣到对手头上了，但 Powder Mix 还有机会，4号位的攻击，结果被拦下来了。对，哇，可丽这球有备而来哦。17号的秦广成，哇，双人拦网的位置直接站好了，现在双方又回到1分的差距。20-19，要由可丽来发球。这个关键时刻，这次没有偷到，击球没有，被抓到了。现在双方比数追成平手了。是20-20，可丽的发球，小球过来了，直接接过来，变成可丽的 chance， 是来个快攻，这边挡下来，但后续还有机会。哇，直接掉到后场，但是出界了。对啊，意识到了，结果太长了。这球想法很好哦，非常好，没有人在那里。3号的吕唐石，但稍微可惜了一些，让派奥顿 Mix 21-20的领先。被打过来了，对，有拦到球过来了。再来看一下这边背号15号的侯佑成，哇，杀球力道十足哦，21-21。快攻，还有快攻包下来，还有机会，直接调过来，再一颗，这边再救再一颗，还有机会吗？结果队友刚刚好倒在地上，是来不及回来了。不过这边看到是派尔顿 Mix 3号的林果又回到场上了。刚刚那这样应该伤势是没有大碍啊。对派尔顿 Mix 来说是个好消息。对，有球。这边救起来，打到后场，还是派尔顿 Mix 的机会，掉个小球，这里还有哦。对，好球。手了，再救下来，对，打上后场，还是有机会。拦到界外了，是可惜了。对，还有对 Miss 这边的拦网位置已经站到位了，但最后是 touch out。23-21，哇！现在比赛来到后半段的关键时刻，场边又叫出了暂停哦。我们团队也是要稍微再讨论一下，顺便让球员补充一下水分。现在第一局，哇，真的也是打得难分难舍哦。对。23-21，可丽的领先，而且他们要持续来发球。有背号15号的侯佑成，这球
发进来，好，直接吊小球，还有机会。这边杀过来，再救起来，哇，直接让排球队给塞了过来。好球！哇，结果这边背号2号的廖国俊直接来个加速哦。哇，原本感觉是只能救一个 safe 的球过去了，但他硬是加压扣杀得手。现在24-21，可莉来到局点。哇，结果这边发球直接送分哦，是让排球队 Mix 拿下22分，2分的差距。现在他们要来发球。好，这边是刚好有隔壁场的球进来哦。现在这球不算，要重新再发一次。快攻，绕过来的快攻，这球没有问题。是。第一局可莉就是由25-22，在这场社会男子组复赛对上排球队 Mix 的比赛，是由可莉25-22率先抢下第一局。非常的接近了。在第一局，可莉是率先以25-22顺利抢下第一局哦。那现在这场比赛两边换场之后，要由排球队 Mix 来发球。哇，这边直接来个快攻，马上一开局就拿下分数。是。哇，这边可莉20号的曾玉轩。第二局一开局，帮助团队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哇，这球发过来，对，打得太大力了。一发自己也知道不太妙哦，发出去很明显力道是太大了，直接发出界。让排球队 Mix 第二局也顺利开壶，继续来发球的是罗章平。换边的进攻打个斜线哦，是2号位。哇，这个角度真的拉得很漂亮。可莉背号2号的廖国俊帮助团队拿下分数，现在来到2-1。继续有20号的曾玉轩来发球。哇，这边救起来出的不太理想，还能勉强救过来，但这样会变成可莉的上手。对，还有拦网成功，还有机会。一块啊，
哇，这边还是让可丽给拿下分数。哇，但刚刚派尔顿 Mix 在后续的补救做得相当漂亮。对。现在比数来到3-1，可丽的领先。还是要20号的曾玉轩来发球。所以处理起来，4号为了进攻，打到后排，可丽还有机会，拦到了，这球完全被拦到了。哇，沈宏庭这个扣杀直接被派尔顿 Mix 给拦了下来。哇，这边路线完全被预测到了。没错。比数来到2-3，双方1分的差距。哇，这边再来一个重炮，对，吞下去了。是。再看一下这个位置，哇，砸得很狠哦。对。2号的廖国俊帮助可丽再拿下分数，结果这边想要发个短的，结果发生了发球的失误。回到1分的差距，4-3，派尔顿 Mix 要3号的林果来发球。界外同样的，这边又回一颗发球失误哦。比数来到5-3。守得好，是这边还有机会。哇，这边强烈的扣杀让对手 touch out。出网了。背号15号的侯佑成。对，这边拦网是触网了，比数来到6-3。小球。这里处理的相当冷静。对。哇，这边成功的扣杀得手。背号19号的洪佑君帮助派尔顿 Mix 再追回1分。感觉目前派尔顿 Mix 主要做球，哇，这11号的冯伟伦就相当重要。对，主要做球都是由他来发动。对。这边扣杀虽然第一时间有拦到，但后续是没办法再接起来了。对。哇，这球也是砸得很狠哦，狠狠的扣了下去。4号位的攻击。对。发球擦到网，但这边处理起来没有问题。哇，没有，哇，没有包到，直接飞出去。场边的队友接到啊，但这已经出现。再来看这一球，哇，这下是变成直接打出界哦。8-4，再挑战一次，吞下去了。是，这一次就成功拿下分数哦。是。现在比数来到8-5，派尔顿 Mix 要由11号的冯伟伦来发球。有跟4号的攻击，拦死了！哇，完全被拦下来了。球太贴网了，是几乎没有角度了，所以说直接被打到墙壁就下来了。哇，派尔顿 Mix 背号1号的彭建豪刚拦得很精彩哦。那罚过来，再挑战一次，吞下去了。是，哇，一模一样的位置哦。最后这一次是由可丽来拿下分数。背号16号的沈宏庭刚成功扣球得分。比数来到9-6，哎呀，第一拍拦到了，对，直接抓到，时间差被抓到。是，20号曾玉轩成功的拦网。哇，其实时间差做得很漂亮哦，但这边已经完全站好在跳起来等他了。曾玉轩成功的拦网来拿下分数，现在让可丽在第2局来到10-6的领先。
哇，结果这边两边在空中几乎同时触球的情况之下弹回来，球太贴网，是，所以说拦网比较好拦。哇，这个拿到的位置就很尴尬哦，最后落下来队友来不及了。让可莉现在11比6，哇，现在的分数有稍微被拉开一点哦，两队来到5分差了。所以场边也在出现暂停，来看排尔顿 Mix 要怎么样来应对目前现在落后5分的局面。再稍微要去调整了。中间快攻拦网，哇，这边被拦了下来，但排尔顿 Mix 稍微有机会中洞，还有，哇，还有有点危险哦。对，可莉还有调整的机会，还有发包，哇，发包，这个发包球可莉没有放过，是背号15号的侯佑成一口气直接给他扣了回去。对，哇，这个回得太高了，反而送一个大好的 chance 给对手。现在让可莉来到12比6， 6分的领先。快攻，这一快攻的处理终于拿下分数，还好的 Mix 也稍稍的止血哦。还是5分的差距。这边接起来，4号位的攻击，哇，还有机会。还有，这里还有哦，想办法先处理过来。哎呦，可莉这边没机会，哎呀，最后上排好的 Mix， 兵荒马乱之中拿下了这1分。是，再来看这些球过来，对，自由球员应该出去。对，他也看别人，按照道理应该是自由球员要去打才是。第一时间有点犹豫哦，对，要不然这球应该是救得回来。是，双方回到4分差。吞下去了。对，第一排虽然有猜到要拦网的位置哦，但最后球还是落下来，没能接到。13比8，可莉又拉到5分的领先。离快压下来，再压，还有，哇，这边还有，这边要想办法再修正回来，拿到后场，哇，稍微高了一点点。哦，这边裁判的判决要稍微注意，可能，哇，还有这个 Mix 是在抗议说对手是有碰到的、哦，看一下，对，这边看不出来，对，这个角度比较难以判断这个球的路径有没有受到影响。还是讨论之后还是没有 touch。对，裁判老师这边稍微做了一下讨论，但是维持原判了。对。这球就算要过来看我们这边荧幕也是看不出来的。对，没错。所以但还是让可莉拿下分数，来到14比8。哇，现在双方又来到6分的差距了。发球过来，快攻快攻完全被猜到了，对，而且被拦得死死的。是背号20号的曾玉轩。哇，完全猜到对方要快攻了，两人几乎是同时起跳，曾玉轩就在那里等你球过来了，分数又拉开了15比8，7分的差距。好险失误。是，这边哇，可莉背号15号的侯佑成哦，这场比赛也不是第一次在这种球队整个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稍微有一点点落差哦。对，可惜了。是。现在让排尔顿 Mix 来发球，哇，这边左手的重锤救过来，还有机会再做一下修正，直接调过来，回到2号位的攻击，这
这边飘队 mix 的机会，这球扣下来，漂亮的得分。没错。哇，再来看一下这一球，哇，背号1号的彭建豪哦，左手大炮炸了下来，帮助团队再追回1分，10比15，5分差。8号的张维伦发球，哇，直接打飞，直接把墙边的这个用来隔开场地的护栏给打歪哦。扣的力道是很够啊，但这个准确度跟方向可能就需要再稍微调整一下了。现在让炮队 mix 稍稍将分数又追进了11比15，4分的差距。再一颗哦 ，touch out 是这球虽然位置有预测到哦，但篮下还是 touch out， 还是让可力给拿下分数。哇，发球失误比较多，这样对可力来说就真的比较可惜哦。对。不然的话，现在分差可能是有机会拉开到双位数。对。哇，这个强劲的打点的是2号的廖国俊，刚好在2号位的攻击非常的凌厉啊，17比12。又滑过来4号位的攻击，哇，就接喷了，还有机会用脚接，哇，再回来是没办法再抢救了，哇！但这一球可力展现出非常棒的拼战精神哦，没错。再来看这边，哇，第一排确实是接喷的，这边硬是用脚接了起来，但是没办法再去做后续的处理，让排好队 mix 拿下这1分，13比17。倒过来炮队的 chance， 刚刚好找到了对方的空档，对，直接拨过来得分哦。哇，中间3号位顺势一波，17比14。这边隔壁场又有球过来哦，先稍微中断一下，继续要炮队 mix 来发球。第一块，还有救到，但后续已经来不及了。是，哇，这个 B 式快攻打得非常到位哦。哇，这个反应已经算很 OK 了，但后续队友来不及过来再 cover，18比14。哇，这边接球发生了一个失误哦。对，这个失误很要命啊，关键时刻直接接喷。第一时间落点就没有判断好了哦，让可力现在来到19比14，5分的领先。沈宏平的发球，哇，顺势往后一带，但现在可力还有机会再处理起来。好的 ，mix 的 chance， 这边直接把球给塞了回来哦。再来看这球救过来哦，确实。已经来到帕尔顿 mix 的场中了，防守球接球太大力了，是，19比15，帕尔顿 mix 4分的差距，15号的连家颖的发球，这边还有办法，哇，没办法再救到了，直接touch out。再来看一下，可力15号侯佑成的扣杀，这场比赛也算是表现得相当抢眼哦。主要15号侯佑成加上20号的曾玉轩，这场比赛的表现到目前为止都相当的不错。现在让可力来到20比15的领先，要1号的曾宇哲来发球。哇，
拦下来了。是又是曾宇轩的拦网哦。哇，这边完全被猜到了，也没办法打过这个角度，21比15。这里还有办法再接，但两位球员冲过来都已经来不及了。哇，关键时刻，朴队 Mix 展现出了韧性，15号的连家颖这球扣球得手。21比16，5分的差距。朴队 Mix 的发球。快攻！好，这来一个快攻，中间进来，还有机会来处理。还有，哇，这个救球相当及时，但再过来会变成可莉的 chance 哦。这里还有4号位冲击，还有，哇，再救起来，拨到后场，还是 Powder Mix 的 chance。还有拦得好，哇，对方这边还有机会。有了，发个安全球过来，变成可莉的 chance。哇！但这球直接打喷啊！哇，这一来一往这一分，两边都打得很精彩哦。没错，非常的黏呢。是，但最后可莉2号的廖国俊自己打飞了，对自己打飞了。哇，接着躺在地上无奈的笑一下哦。哇，这一分两边真的有来有往，非常精彩的一分。最后让 Powder Mix 成功抢下了分数，在第二局现在又缩小到4分的差距，17比21。这需要10号的柯冠安来发球。坐起来，4号位置。这里还有，哇，直接拖过来，但 Powder Mix 也有接到。故意打他家，对，他故意往上打，是，哇，这球连家颖处理得很聪明哦。是，再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扣球，哦，对，确实哦，他这个出手扣过来的角度是有刻意算好的哦，往上打，知道对手拦网已经在那里等了。对，现在追到18比21。但关键时刻高打点，对，可莉背后15号的侯佑成又跳了出来。哇，这个扣杀相当的精彩哦！现在帮助可莉来到22比18的领先。球过来，接发之后的衔接，2号位拦到了，哇，这边2号位置完全被猜中了，哇！可莉这场比赛来到第2局，这个拦网，非常的扎实哦。哇，又是20号的曾玉璇，他在前排这边拦网的效果，真的是让Powder Mix有点难解啊。现在让可莉在第2局来到23比18，只差2分就可以拿下了这场比赛哦。对。暂停回来之后，要有23比18领先的可莉来继续发球哦。调过来，哇，刚好被拦到，还有机会，这边要再打个安全球过来了，变成可莉的 chance， 一样拖到后场，哇，有点危险，
但球还在继续，一样吊高，2号位一样吊，啊，送那么长，哎呦，这球送太远了，这意识到了，是，对，送太长了，这。现在让排球队 Mix 成功追回1分，19比23。哇，这球有点阴错阳差，反而让球给送到排球队 Mix 这边。哎呦，直接塞下来，哇，有点反应不及，让排球队 Mix 连追2分。哇，这边林果处理反应也很快哦。3分的差距，20比23。好球，塞下来，但成功救了起来，还是可莉的球，再塞一次，蹲下去了。对，这一次的扣杀就成功拿下分数了。哇，相当漂亮的一球。现在让可莉24比20来到赛点了。哇，结果这球接球稍微出点状况哦，想办法再救回来，只能做了 save 球过来。哎呦，哇，突然抛了过来，对，还有，快攻。最后还是交由曾玉轩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对，拿下了第2局的最后1分，也恭喜可莉在第2局就是以25比20给抢下哦，是一样是个直落2，最后可莉就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哦。哇，刚刚拿下最后1分的曾玉轩，不管是在进攻，哇，尤其我觉得以这场比赛讲，他防守拦网上的表现是更加的抢眼哦。我们看了这几场也都就是看得出来拦网哦，非常的，如果你的积极度啊、拦网的高度够的话，准确度够的话，相信得分率就是说赢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哦。是，那最后再次的恭喜可莉在这场对上排球队 Mix 的比赛，就是25比22、25比20直落2抢下胜利，也成功的晋级。对，那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第5届阁下杯全国排球锦标赛的现场。好，谢谢。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透过我们线上的直播，可以透过我们全球运动产业整合交流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动资还有 HubSpot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来欣赏第5届哥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我们现在赛程要来进行到今天社男组的4强赛了，要由战斗佣兵来对上优家早餐哦。持续由我主播林志儒还有我们球评邱教练来继续为大家带来讲评的工作。大家好。那现在哇，今天等于连续的一连串精彩的对决哦。现在我们今天哥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的社男组终于要来到整个4强赛的准决赛了。对。第二看到是战斗佣兵跟优家早餐两队在前一天的小组预赛都是分组第1哦，来到今天的复赛也是一路过关斩将。对。现在要来争夺冠军赛的门票哦。对。获胜的就准备打下一场的冠军赛。是，现在看到画面上是身穿黑绿色球衣的优家早餐率先来发球，哇，这边马上一个扣球救到。还有机会，4号位置，但没有太好的攻击机会。还有第2次攻击，击球2次攻击。这边还有发个安全球过来，形成战斗佣兵的 chance。吊球也来做一个吊球。对，这里吊球得手，战斗佣兵在这场比赛率先拿下分数。最后说23号的何子豪哦，这个吊球。掉了相当不错，1比0。发球过来，这个呛赛不错。修正，4号位直接打，好球，还有到哦。对，掉到后场，2号位的攻击，这里还有哦。touch 啊！哇，这边一来一往的攻防相当精彩啊。是。最后是让优家早餐背号6号的林荣琛来拿下这1分。这个拦网 touch out， 比数1比1，林荣琛的发球，救起来，哇，这个攻击直接打到了头上哦，哇，这球扣得很狠哦，再来看一下，哇，直接打到了优家早餐背号13号的谢宗佑头上，战斗佣兵2比1领先。好球，18号，对，又是优家早餐，对，背号18号的卢胜嘉哦，在现场转播比赛也有看到他们优家早餐，主要就是背号18号的卢胜嘉加上13号的谢宗佑，两位球员在前排的发挥都相当的出色哦。发球过来，哇，这边左手大炮的攻击，没错。战术非常多啊，是，对，时间差啊，各方面默契真的非常好。战斗佣兵背号1号的李承宏，哇，这个角度抓得刚刚好啊，非常的犀利。来到4强赛，现在1分的差距，战斗佣兵3比2，1分的领先，要由17号的江道轩来发球。刚刚是也是有隔壁场的球给跑了进来哦，这球要重新发一次。哇，还是要找到卢胜嘉。没错，那个完全没有畏惧那个拦网啊。是。对。哇，这个高度非常的夸张哦。真的。比数来到3比3。可攻！哇，抓第一拍直接甩了下来。战斗佣兵背号9号的徐伟霆，哇，这球是打得相当漂亮哦。小斜线，对，直接拨一下。是。4比3。发球过来，快攻！哇，这个突如其来的放进来。哇，现在因为刚好又是隔壁场的球打过来的关系哦。哇，因为
刚扑倒在地，现在场地上面的汗水要去擦拭整理一下，要特别要小心了。对，然后这滑倒了很危险。是。不过刚变成还是战斗佣兵这边，现在4-3的领先哦。打球过来，哇，还是找卢胜嘉，是后排的攻击一样可以收到效果哦。再看一下这个位置，哇，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可怕，帮助球队现在又追成4-4的平手。吊球，哇，这来个吊球，这边还有机会，再救起来，再找卢胜嘉，好球，这边接到过来，反而形成了优家早餐的 chance。再接起来，还有进攻的机会，再尝试自己放吊球，再来，再救回来，中洞，听打到了中洞，对，哇，这球这一分两边都打得很精彩哦，来回泼很多次啊，是还是让优家早餐6号的林荣生拿下了这一分，5-4，优家早餐1分的领先，大包，哇，好球，再来，还是成功救了回来。再尝试一次，背号10号的陈志光硬是扣下了这一分。是，哇，直接正中间直线的攻击，抢时间第一拍甩了下去哦，6-4，优家早餐领先。由3号的林宝贤来发球。这里有稍微 touch 到，但球还是优家早餐这里。这球接起来，直接接喷了。哇，还是要来看到卢胜嘉在后排的进攻哦。哇，这场球目前为止，整个从后排的表现也一样很出色。对，18号的掌控。7-4。转直线，转太转，对，转出去了。这球稍微比较可惜了一些哦，战斗佣兵背号18号的谢义轩直接扣出界，比数来到8-4，优家早餐领先到4分。哇，可惜了，接发球也失误，要不要叫暂停呢？现在接发也出现点状况哦，先让优家早餐拉到9-4，5分的领先，也逼得战斗佣兵先提早叫出了暂停。现在这场阁下杯全国排球锦标赛，我们社男组的4强赛，优家早餐9-4暂时取得5分的领先。现在暂停回来哦，来看遇上一阵乱流的战斗佣兵能不能及时止血哦。原本都是有来有往，互相纠缠，一瞬间现在是已经落后5分了。优家早餐的发球，哇，这边接发状况还是不太理想。对，周真打长球回来，形成优家早餐的 chance。哇，吞下去。结果叫完暂停回来之后，还是优家早餐率先来拿分哦，没有办法止血。这边林荣生4号位的攻击又拿下分数，10-4。哇，这边接发状况真的突然有点多哦。对，战斗佣兵的接发球现在突然团队，而且像是会传染一样哦，一个接一个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好，这次接的稍微顺利了一些，4号位的攻击，难道还有？直接塞了回去，第2次攻击是背号10号的陈志光哦，这一拍，哇，正中间的直线
硬是杀了回去。现在优家早餐12-4，8分的领先。快攻1块，哦，这里救到了，还有战斗右边的机会，再尝试一次。直线，这边直线的攻击是总算拿下分数了。是背号18号的谢逸轩，哇，总算挡住了优家早餐这一连串的猛攻哦。战斗佣兵拿下分数，现在5-12，7分的落后。谢逸轩的发球，快攻，好球，还有这边接喷了，还有没有办法救回来？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感觉战斗佣兵在第一拍的接球状况真的蛮多的哦，有时候一些球其实难度并没有到那么高，但整个接起来的角度都不太理想。优家早餐的发球，哇，这边做球感觉两人的搭配并没有沟通好哦。这边做的位置有点不太理想，出界了。对，但回过头来，优家早餐背号10号这边的发球，陈志光也是把球给发出界哦，稍稍的让战斗佣兵有能够一点点喘息的机会。背号9号徐伟霆的发球，变线，这球打得很漂亮哦。背号6号的林荣生，这场比赛也是跳了出来，不让队友卢胜嘉专美于前哦，接连的有所表现。15-6，界外。这球对战斗佣兵来说就真的很可惜了。其实 chance 完全做出来了，是个很好的攻击角度。对。现在反而是让优家早餐16-6来到双位数的领先。球接起来，衔接上打上后排，快攻，一排快攻，哇，完全被猜到，这边想办法救回来，直接塞了回去。再来一支，哇！结果队友这边的配合又没有做好哦。对。再来看一下这一球，直接救过去之后，哇！结果4号位这里也没有跟上哦。17-6，对，快攻但被挡了下来，再尝试一次4号位的攻击，但优家早餐接了起来，再交给林宗胜，但这一次被对手给挡下了。战斗佣兵背号17号的江道轩。这一次是成功的拦下来了，跳起来就给了对手很大的压力哦，17-7。还有，哇，这边再救也来不及了。战斗佣兵这场比赛目前为止，哇，对于6号林荣生的攻击也是稍微没有太好的解方哦。战斗佣兵这场比赛，现在林荣生的表现相当的亮眼，轮到他自己来发球。现在场边进行换人，对，有点小小的伤口，是，对。战斗佣兵将4号的王世任给换了上来。至于优家早餐，持续由6号的林荣生要来发球。快攻，这边快攻，哇，对，总算漂亮的拿下这一分。是1号的李承宏，稍微身体做一个延展哦，大概多等了半拍再出手，收到了效果。但目前比数8-18。战斗佣兵还是落后了10分哦，这样要追是有些辛苦。是，好
球，哇！而且现在又让优家早餐对背号18号的卢家胜来到前排，卢胜嘉来到前排哦。这个跳起来的高度真的很吓人啊！真的。帮助球队来的19-8，来到11分的领先。好，强力发球进来。哦，这一次中间3号位置直线的攻击是个人的一个扳回一城，对个人的一个时间差，是。对。哦，其实刚刚在他们练习热身的时候看，战斗佣兵整个前排的身材都相当不错，球员们身高都很高。哇，转直线，但这里被抓到一个空档，哇，这个变线打得非常的有水准哦。没错。优家早餐背号3号的林宝贤，再来透过重播看一下，哇，这里跳起来之后再决定要变线，对，判断非常的精确，也很及时。这边优家早餐换人，将19号的洪建敏给换上来，来进行发球。2次是哦，触网哦，已经触网了。对，哇，现在战斗佣兵又遇上了乱流。是，现在第一局情况有点对战斗佣兵来说大大的不利。对，还有这边还有再做起来，4号位置林宝贤来吊个小球，所以战斗佣兵攻击的机会，哇，还是要交给1号的左手大炮啊！李承宏成功拿下分数。2号位置的攻击哦，以左撇子来说，这个角度会甩出去，对手真的有点难防啊。对，吊球，哇，这个非常的对，非常的刁钻的。林宝贤打得很聪明哦，连续2球在前排，这次是来个吊球，哇，刚刚的变线跟这次的吊球，展现出他在场上非常冷静的判断。22-10。这里强力的扣进来，从中间这样2个人的中间这样打进来，这样子。战斗佣兵6号的张明轩，哇，这球算是一吐怨气哦，帮助团队总算再拿下分数。最后自己也要来发球，这边接球有点状况，直接接出界了。对，后续的衔接没有处理好哦。但目前优家早餐还是多达10分的领先优势。错球想要搓球，但被对手抓到，快攻，再尝试一次的快攻，但打得太深了。对，闪的太多了，是就跑出去了。对，优家早餐背号10号陈志光，想法是好的，但执行起来稍微需要再去做调整一下。就接发。还是找到林荣生，但这球也是打出界。是。哇，直接完全打偏了。22-14，战斗佣兵稍稍的缩小分差，来到8分的差距。好球！啊，这边漏出空档了。是2号位的攻击是，哇，这个角度也抓得很好哦，顺利拿下这一分，23-14。这边感觉以优家早晨场的表现来讲，这球是有点疏忽掉了。打的力道是感觉并没有到完全无法处理的速度啊，对，比较轻松了。对，哎呦，硬是盯在空中，还是拿下了这一分。背号13号的谢宗佑哦，虽然说这场目前表现稍微队友更加亮眼，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展现他的身体素质哦。这边再补上一记，是。现在让优家早餐
在第一局已经要来到局点了，24-16的领先。拦网出界，是直接 touch out。对。战斗兵17号的江道轩成功在帮助团队来续命哦。24-17，快攻，还有，哇，这边再救起来，再捞4号位，哇，这个球，尤家早餐背后19号的洪敬明哦。要扣之前，场边的队友就叫他大力了，看来是太大力了一点了，直接扣出了界外。队友的激励加油声哦，确实有所效果啦，但这个力道真的有点放太大，24-18。可以飞，快攻，吊球，轻轻的一吊，哎呀，触网是，结果触网了，对，哦，结果最后关头优家早餐来到局点，反而感觉有点拿不下来哦，一点被对手给追了分数，24-19。快攻！哇！结果最后还是要由背号13号的谢宗佑来收尾这个强力的扣杀，直线的攻击帮助优家早餐在4强赛第一局是以25-19率先拿下。好，欢迎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第5届歌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这场社会男子组的4强赛，战斗佣兵跟优家早餐的对决哦。第一局是由优家早餐率先以25-19给抢下，而且中间一度优家早餐有拉开到11分的领先优势哦，中间一度是让感觉战斗佣兵有点完全没办法应对啊。那就来看第2局哦，因为两队都是从小组赛分组第1，然后一路过关斩将杀上来哦，看他们打出更有竞争力、更加焦灼的比赛内容。第2局由战斗佣兵率先发球开始，快攻得分，是
现在来到第2局，优家早餐也把背号20号哦，背号20号的吴波金给换上场哦。他在稍早我们转播优家早餐比赛当中也有蛮抢眼的表现。1比0。快攻！哇，这个快攻的高度拉得很可怕、是没错。战斗佣兵背号17号的江道轩，整个身材是非常的高大的球员。战斗佣兵整个前排的身材是相当不错的，高度很够哦。哇，这边打过来，感觉并没有打好，没错，反而阴错阳差拿下分数。对啊，切到球这样子就进了。是，就反而也是对手 touch 到。战斗佣兵来到，抱歉，优家早餐现在来到2比1的领先，继续由20号的吴波锦来发球。发起来，哇，这边4号位的攻击来得很猛哦。对。23号的何子豪。2比2。这时候江道轩来发球，快攻！啊！哇，这个快攻有抢到时机哦，成功的拿下分数。陈志光帮助优家早餐再拿下分数。哇，篮网第一拍有碰到球，但后续没办法再做处理了。3比2，优家早餐的领先。哇，击球啊，接发球。对，从第1局就一直发生的问题哦。战斗佣兵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接发球出了很多的状况。对，在这关键的4强赛哦，必须要想办法来尽快来修正。还是接发球。对，稍微修正回来。但这边是优家早餐的 chance。对。这个快攻又是让10号的陈志光给成功的拿下来哦。哇，连续2波快攻处理的都很到位。接歪了。哇，这球一发出来，很明显力道就过头了。是。背号18号的卢胜嘉，但这场比赛目前为止还是表现得非常亮眼。发球过来，哇，直线转出去了，转到界外去了，角度稍微拉得太大了一些。转直线的攻击，这个想法很不错，有找到空档啊。但可惜是打出了界外。对，再一颗，再尝试一次。哇！接下来是有碰到我们场地的天花板哦。是。哇！那也可见刚刚这球扣下来的力道有多强哦。所以是因为场地的关系，让优家早餐现在6比42分的领先。哇，这边再救已经来不及了。这边战斗佣兵马上回一颗。23号的何子豪。现在双方又回到1分的差距。跳球，后续还有办法再来处理。哇，刚刚好擦过了网。是，碰到网。哇，背号1号战斗佣兵的李承宏这一球，幸运女神也是站在他这一边哦。这个稍微 lucky 的擦网球，让比数现在6比6，两边战成了平手。快攻，又是快攻，是。哇，优家早餐背号10号陈志光，第2局现在这个快攻哦，已经拿了3分了。让比数来到7比6。哇，这球还有救到，还有机会。优家早餐的处理，
哇，这边接还有哦，变成后排再救4号位的位置，再救起来，再来，稍微修正之后，战斗没有 chance。哇，这球是成功把握住了，没错，就让3号的林威霆这个扣杀来得分。7比7，两边又战成平手了。哇，来个后排的强攻！哇，这边也是收到效果，是还是要靠背号18号的卢胜嘉。突然从后排飞了出来，当然也是有擦到球网哦，也是有一点点 lucky 的成分在里面。8比7，优家早餐的领先。啊，糟糕！直接还是接发球，对，接发球，但战斗兵这场比赛目前真的出了蛮大的状况啊。对，刚等于又是直接送了 chance 给人家，优家早餐也成功把握现在分差，稍稍变成9比7，2分的差距了。快攻！啊，被拦到了，是，感觉坐的位置也没有太好，对，蛮贴网的。贴网就容易被拦，是让17号江道轩这边来看，对，跳起来没有太好的出手角度。10比7，发球过来，再出一次，再找江道轩，哇，这球突然来个小球，这里想要强势的扣杀，但太急了，背号18号卢胜嘉这球没有杀过网哦。算是优家早餐这场比赛目前为止卢胜嘉比较少有的表现。对，毕竟要这样一直维持这么夸张的高度，这样跳也是会累哦。刚刚这球应该也是场地的关系哦，隔壁场应该又有球飞进来，再重新发一次。好，这边还有机会。稍微修正做回来，哎呀，可惜了。对，打太深了，对，角度传的太多了。背号1号的李承宏哦，这球直接打出界，11比8，可惜了。快攻啊！这种快攻，但是完全被预测到了。来看一下江道轩这个快攻，哇，是自己没有打好哦。直接挂网，12比8。还有别排的攻击，吊球，再招，哇，这球吊球，但还是救到。直线进来，这边处理回来。还有，哇，这边还有两边吊来吊去，哇，这里再救起来，好黏的，送到后场。对，战斗有没有 chance？ 哇，这边挡了下来，再来一次。吊球，哎呦，再吊，哎呦，变成让前排卢胜嘉有个刚刚好往下戳的机会，反应很快。哇，这边两边不断的小球吊来吊去哦，救球都救得很精彩。是，但最后是让优家早餐再拿下这一分，来到13比8，5分的领先。我这里也是突起来吊了过来。这边战斗佣兵默契出了问题啊！结果那个早川是，对，没有特别注意啊。现在是3比9，追回1分。快攻，第一块，还有，再来，哎呦，难得好！哇，在前排优家早餐又成功挡下了这一分，背后20号的吴国锦。对。哇，完全猜到路线哦，高度也是相当的足够。现在是4比9，优家早餐要持续由5号的陈宗群来发球。哇，稍微有点运气，擦网球，掉后场。啊，又是朝了陈志光，但这球战斗边还有处理的机会。哦，从中间这样子直接打穿了。直接打穿了优家早餐的防线哦。再来看一下这一球，
这个左手的重锤甩了出去，14比10。4号位的攻击，4号位置的攻击非常的强势哦。背号2号的万家荣，在第2局表现也是跳了出来哦，非常的抢眼。4号位的攻击，这里也回一颗斜线。23号的何子豪哦，这球就打得很干净利落了。没错。斜线进攻完全找到了空档，11比15，战斗佣兵4分的落后。这发过来反而感觉还有机会，是再扣进来。谢谢。来到第2局，优家早餐背号2号的万家荣哦，在这个4号位置表现得相当不错。轮转之后要由他自己来发球，哇！关键时刻战斗用的接发又出了问题。对，背号6号的张明轩这边直接接喷掉了，让优家早餐又稍稍拉开到6分的差距。还有成功刷到，还有机会快攻！哇，这边也成功接住。后续的调整，还有再拦到，还有再修正一颗。哇，这里还有哦，这球还在继续，再杀一次。没有啊，他陈曼修。这边战斗兵觉得有 touch 哦，要来再看一下这球过来，哇，这个角度没有办法太过准确的判断，那是维持原判哦。优家早餐又拿下这一分，18比11。刚救球的关系，再稍微擦拭一下场地上汗水。快攻，接下来快攻，哇，这球处理的就很到位了。对，3号的林威霆，哇，拦网优家早餐这边是完全来不及了。战斗佣兵追回1分，12比18。何子豪发球。这边突袭来掉一个小球哦，哇，打得很聪明哦。是。优家早餐背号17号的徐伟恩，现在让球队又来到19比12，7分的领先。继续要10号陈志光来发球，斜线。还有球救回来啊，界外，对，是直接接喷哦。19比13，好球，时间差，这边时间差的进攻非常的巧妙哦。优家早餐背号14号的刘洋婷，哇！就甩下去，整个球速也很快，让团队率先来到20分，20比13，7分的领先。再一颗，哇，成功挡住，但都是他跳了。是。再看一下这颗进攻。哇，虽然说是有预判到球的行进路线，但这封网回来就直接出界，对，就让优家早餐拿下分数。哦，这里还有机会，范家荣再救回来，再交给卢胜嘉。哇，队友这修正回来的球，他还硬是打出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啊！这个扣杀甩下去，这个动作很帅气哦，帮助团队到21比13的领先。
快攻，快！哎呀，拦到了，抓到。后续还有，这里还有办法再救回去，没了但没了。对，哇，虽然说第一拍来看这个快攻打得还不错，但对方拦网也已经等在那里了。22-13，优家早餐9分的领先。一开始的衔接上并没有到太过的完美哦。还有这边还有快攻，陈德荣兵必须要想办法把握住这一球，哇！结果自己扣杀没有过。对1号的李承宏，哇！关键时刻在球队需要他跳出来抢分的时候，这球是 miss 掉了。对，让双方来到双位数的分差，23-13。这边4号位的攻击也被拦了下来。现在对于优家早餐来说，距离冠军赛的门票就只剩下最后1分了。24-13，来到了赛点。由19号的洪敬明来发球，界外，哇！结果直接发出界，稍稍的让战斗佣兵有了一点点还保有一丝希望哦。这场比赛，但是现在双位数的分差，看能不能再挺过一波。发球过来，吴柏廷直接杀进来，不给任何机会，哇！但最后是触网了。对，哇，自己感觉也很可惜哦，错失了绝杀的机会啊。哇，刚刚这个杀的开运非常不错。对，再来一颗，有了，但还是要交给卢胜嘉，但这球成功救了起来，郑东右边还有机会。好球，哇，接得不错。这拦得漂亮，这球拦得非常的好，被抓到了。哇，优家早餐来到4号位的攻击，但完全被郑东右边前排给抓到哦，直接拦了下来，8分的差距。touch out，最后卢胜嘉这个扣杀还是让战斗右边 touch out， 所以然后恭喜优家早餐再以25-16，拿下第2局。那这场比赛优家早餐就是直落2来抢下了胜利，也率先晋级到我们第5届歌夏杯全国排球锦标赛的冠军赛。对。哇，这场比赛真的优家早餐蛮多球员都跳了出来哦，反而是在前面我们看到对号13号的谢宗用的表现是稍微比较少了一点，但是卢胜嘉表现依旧相当的精彩，包括背号10号陈志光几次的快攻处理的也都很到位哦。对，那是我们还是来检讨，就是说大致上战斗佣兵我们刚刚都看到，就是他们的接发球失误的比较多，对，所以说相对你球没有到位的话，战术都出不来。对，所以说这输球来讲，就是说没有关系啦，这种东西，慢慢来就调整一下就会过来了。对，就是当然这可能这一届的歌夏杯，目前战斗右边的比赛就到这边哦，但他们后续其实还有季军战，可以好好的来发挥，可以有效的来想办法来改善这场比赛出现的一些接发球的问题。对。那也再次恭喜优家早餐率先抢下以直落2抢下了冠军赛的门票。那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就会来看我们第5届歌夏杯全国排球锦标赛的精彩冠军赛。OK， 记得哦。
生有没有卡住？对。你会直接感叹你的方式吗？对，就是先看这个，这边阿普，然后这边让阿普看我的方式，那这边阿普很多，你先看，会有这种情况。多讨论，来，这是直接感叹。
Hello， 欢迎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欣赏第5届歌夏杯全国排球锦标赛。我们社男组终于要来到今天转播的第6场比赛，也就是最后的冠军决赛啦。要由优家早餐来对上可丽。那这场比赛我们一样相当开心，邀请到邱教练来担任球评，还有我林志武及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来为大家服务。邱教练午安，大家午安。对，已经来到第6场比赛了，终于来到最后社男组的冠军战。那当然，优家早餐跟可丽都是我们在先前转播就有看到的球队哦。没错，没错，没错。现在这最后的冠军争霸，我这边可能开打前，哇，在趁着场地在调整的时候，这边要稍微问一下我们球评教练，可能自己看好哪一队的表现会比较更为出色一点的？我的感觉。目前来讲是优家早餐，是优家早餐各方面的防守啊、攻击啊，还有拦网啊，那他的接发球啊，各方面的我觉得成功率都还蛮高的。是，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站在优家早餐这一边的。是，那就来看到时候比赛开打之后，优家早餐能不能如我们邱教练讲的，将自己攻防两端出色那么发挥出来，或者是可丽能够有更加亮眼的表现哦。看他有没有突破一下。是。但两队在先前都是从小组赛一路过关斩将进来哦。那确实刚刚至少就我们转播的场次来看，两队都是2-0直落来击败对手来取胜哦。对。现在来到这个冠军战，要由画面上左方的优家早餐率先来发球。哇，这边发进来，直接4号位的攻击，斜线全攻接了起来。哇，最后一开赛。优家早餐这里还是要靠他们18号的卢胜嘉哦，对，非常强势，率先拿下分数。这里衔接有攻击的机会，放个短球，但成功被拦下来，所以优家早餐还有机会来处理，再找到卢胜嘉。但只是被挡了下来，呛死了！哎，哇，加油！对，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做出攻击哎呦，是，哇，反而后续让优家早餐又有了一个扣杀的机会。对，哇，现在来到2-0。快攻！哇，这个快攻成功得手，可丽这场比赛也开张哦，分数。再看20号的曾玉轩，在前排的效果非常不错，在先前比赛看到整个拦网的功力也很好太奇奥。对，这边可丽16号的沈宏庭有拦到了，但可惜最后是 touch out， 还是让优家早餐给拿下分数。发球进来，哇，往后转，哇，这里还有机会，对，自己他吧，哎呦，打得点，哇，这里打得相当的精准哦，是，手腕控制得很好，是，可丽背后16号的沈宏庭，这球重心在稍微跑掉的情况之下，及时的修正回来。曾玉顺的发球。这边接起来4号位置，哇，但并没有打好。哦，不过最后还是成功拿下分数，对，是 touch out。是最后让优家早餐现在来到4-2的领先。碰到球了，是。哇，这球杀的也很狠哦。是。背号2号的杜瑞林，4-3，双方1分的差距。哇，又是优家早餐背后18号的卢胜嘉，是。哇，这个2号位的进攻真的破坏力很强大哦。没错，而且他现在发球来到后排哦。啊，太斜了，太斜了。是。
这边可丽想要还以颜色，背后16号的沈宏廷，其实扣的也不错，但这个角度确实抓的太大了一些。比数6比3，持续要优家早餐背号18号的卢胜嘉来发球。快攻，拦到了。哇，这里还有机会，再来一次。哇，放短的后排，这里后排卢胜嘉的进攻，哇，这球直接接了过来哦，变成优家的呛死。哎呦，哇，最后也成功把握住。是。背号10号的陈志光，快攻，对。最后成功拿下了分数，帮助优家早餐来到7比3的领先。刚刚可丽这里相当，球员们也是奋不顾身啊，扑倒的想要来接球，所以要再清理一下场地哦。7比3，优家早餐还是要18号的卢胜嘉来发球。哇，拦后排的进攻，但完全被拦下来了。对，他界外。对，哇，这边可能来判断一下哦。界内是裁判这边判决是界内，哇，这边是让可丽的球员非常不可置信的。对啊，我这个角度再来看一次，哇，这边看不到，没有看到，对。不过最后裁判在讨论之后，分数还是给到了优家早餐这边8比3的领先。哇，这个打到网带，但球还在继续。反一个快攻的 chance， 对，这边顺利处理起来之后，还是来做进攻，再接起来，好球，快攻，哇，换这个快攻，哇，这边可丽是靠着快攻再抢回1分哦。再来看一下这颗处理，最后是1号的曾宇哲拿下分数。只需要16号的沈宏廷来发球，哇，这边接发出了一点状况，及时修正救回来，现在是可丽的 chance。哇，这个扣杀成功得手，是。15号的侯佑成这时候跳了出来哦，要注意接发球，是。比数来到8比5。后排的进攻，后排进攻没打进，但是打出界了。这次卢胜嘉的进攻没有得手，自己也看一下自己的手腕哦，翻的多了一些。8比6，2分的差距，可丽发球。哇，好球挡了下来，对，球还在优家这边。哇！再一次的直线进攻，这一次成功打穿了。对，优家早餐背号3号的林宝贤，在上一场的4强赛表现也是相当不错，几次临时的判断都非常的精准，打得很聪明的球员哦。9比6，哇，打，这边刚好。瞄准的对手封网的手上面哦，是打出一个相当巧妙的角度，哇，刚刚好戳到一下，9比7。可丽的发球。后排硬是塞了过来，结果是接喷了。优家早餐2号的万家荣，好球，这里还有机会。对，哇，万家荣斜线的攻击，哇，这边4号位的强攻又让他得手了。对。这边扣下来，帮助优家早餐现在来到11比7的领先。哇，直接打下来，是一样从4号位置来还以颜色。对，
这边15号侯佑成帮助可莉来追回1分。11比8，哇，这边快攻，但成功救了起来。好还是有球，机会，哎呀，哇包，直接送一颗呛死球给对手啊！可莉这边没有放过，又是15号的侯佑成。反应很快哦，第一拍直接将球给砸了回去，11比9，2分的差距。继续还是可莉来发球。哇 ，touch out， 拿到界外，虽然对，有被封到对哦，但最后是封出了界外。哇，这球对可莉来说稍微可惜了哦，完全预测到路线哦。但最后 touch out 还是让优家早餐拿下分数，12比9。许恩的发球进来，哇，这球也是攻得很强势啊。可莉这里2号的廖国俊哦，又将比赛回到2分的差距。要由15号的侯佑成来发球。touch out，还有，但是他跳了哦。哇，其实几次可莉的封网的位置都有成功抓到对手想要攻击的路线哦，但最后都是 touch out， 还是让优家早餐来拿下分数。继续还是要2号的万家荣来发球。哇，结果这时候发生了发球的失误。对。13比11，可莉追回1分。曾玉轩的发球，中间，哎呦，中间的变现是13号的谢宗佑，这时候跳了出来哦。来看一下这一球的扣杀，哇，这个转身的变现做得很漂亮哦。14比11，继续要由他来发球。好球，还有我封到，哇！结果后面队友的卡法稍微疏忽了，可惜了。第一拍其实封的相当不错，其实是有机会来处理的。14比12，发球进来，哇，这边还有，哇，但是已经哇这边。稍微注意一下哦，优家早餐背后3号的林宝贤，刚直接冲到对手的场地了，要小心。对。现在让可莉再追回1分的差距。好球！哇，这个时间差，对，单手的托球哦，还是找到了卢胜嘉，哇，做得非常的漂亮哦。15比13，卢胜嘉要来发球。哇，打穿了，是。可莉这里背后16号的沈宏庭，哇，这个左手强势的扣杀啊，硬伤对手 touch out， 再度追到1分的差距。哇，漂亮的发球，这边直接接喷了。对。现在可莉在第一局将比数扳平了，15比15。斜线的攻击，这边机会还有后排，找到后排。但这一次卢胜嘉并没有将球给杀了过去，挂网。现在可莉反倒16比15，1分的超前。继续要由背号16号的沈宏庭来发球。哎呦，
界外。哇！但这球发的力道太大了，对，非常的可惜哦。那优家早餐这边的判断也很准确，没错，这个发球出界让比赛又回到了平手。直接拨球，哇，这球很聪明哦。是，直接拨球。再来看一下，哇，这边直接顺势的用左手一带哦，成功的拿下了分数，现在17比16，可力1分的领先。这是个万家荣的攻击，这球又成功的拿下了分数。是。哇，这边成功骗到对手了。没错。17比17，刚刚的整个进攻的 timing 就抓得很好，对，将对手第一时间要拦网的人员已经全部骗起来。对啊，你接球到位的话，通常快攻都会骗到一些人。是，对。这边想要来如法炮制，也成功得手。再来看一下这球可力的进攻哦，哇，后续虽然说有抓到起来的时机，但最后救下来拦下来，队友已经没办法处理。哇，但这边还是要看到卢胜嘉的爆发力啊，没错，真的很惊人哦。对，他要稳定的发挥啊。是，这球狠狠的砸下来，硬是将比数又扳回了平手。哇，比赛相当的激烈哦，互相的纠缠。这球成功救起来，还有机会再找到万家荣，这边被挡了下来，最后是 touch out。哇，比赛现在后半段，第一局的后半段，优家早餐这里又把领先给要了回去，是互有领先呢。19比18。马上又再回一颗哦！哇，真的你来我往哦。对，谁也不让谁啊。可力表示哇，侯佑成再将比数给扳平。这边还有哦，哇，直接拖过来。现在优家早餐的 chance， 来看一下处理，哇，结果送的太深了。球过网了，是变成可力拿下这1分。是，哇，这边万家荣的拖球直接送过来哦。现在让可力20比19 1分的领先，侯佑成要来发球。哇，结果第2拍直接扣了下去，背号13号的谢宗佑关键时刻跳了出来。现在又将比数给追平了，20比20。哦，这球还有，直接压过来，对，吞下来了，对，好球。加早餐3号的林宝贤帮助球队又以21比20把领先给要了回去。接发过来的处理，哇，这球的攻击也很到位哦。哇，两边真的是互不相让，现在第一局又来到21比21的平手哦，很拉锯啊。是。哇，关键时刻，优家早餐这里还是要来看到18号的卢胜嘉哦。是。哇，这个跳起来扣下去的高度真的很难挡啊！22比21。谢宗佑的发球。哇，这边来个快攻。哇，可力完全毫不畏惧哦。你拿1分，我马上再度追平。是。1号的曾宇哲这个快攻砸下去，现在两边又来到22比22的平手。
再找到卢胜嘉，哇，狠狠的、非常精准的压在了后排啊！是23-22。现在自己要来发球哦，等等，可能又会从后排来进攻哦。23-22。啊，对，发球失误，关键时刻发球突然有点掉线啊，是直接奉送分数让可丽给追平。这里接起来，果然找到卢胜嘉后排的攻击，还是给他，是交给他处理啊。这里直接接喷哦，球速都飞到隔壁场了。是，哇，这后排的攻击很凶狠啊，也帮助优家早餐第一局来到24-23的局点。对，抱歉的发球，这边接起来，哇，这下很聪明的把球拨过去，变成两边24-24的平手。是，哇，第一局就这么激烈，没错，不愧是我们最后的冠军战哦，真的。可丽的发球，万家荣这一扣，哇，这边还有救得回来。哇，侯佑成的攻击，哇，关键时刻是可丽率先拿下分数。对，哇，这里4号位侯佑成跳了出来哦，这场比赛他在这里4号位是发挥的相当不错，25-24，可丽1分的领先。这边再发过来，交给他，还是要找到卢胜嘉。没错，还是要交给他。关键时刻再帮球队给稳住阵脚哦。25-25，两队又战成了平手啦。哇，这边要谁看哪一边的先领先来到2分哦。优家早餐这时候是换人，要由5号的陈宗群来发球。啊，处理来到4号位置，还是找到侯佑成。15号。哇，这球扣得相当的漂亮哦。又是他在4号位置的攻击，帮助可丽又来到26-25的领先，这下压力又完全放到了优家早餐这边。打球进来，找到万家荣的攻击，哇，这个接喷，没错，都跑到外面去了。对，可丽的球员很拼哦，对，直接跨过我们场边的护栏到隔壁场，但还是没办法救到这一球。没错。最后形成永不放弃啊 ！Touch out， 哇，也展现出非常棒的拼战精神哦。但现在比赛又变成26-26平手，哇，这第一局要打到第几分哦？还是要找侯佑成，对，哇，来到最后紧要关头，他连续的扣杀都能帮助球队抢下分数哦。是。现在手感非常的火烫，没错。哎呦，哇，这个球插网的 Lucky， 但球还在这里。哎呀，这一扣，万家荣是卢胜嘉是扣飞了，也让可丽是28-26，哇，率先抢下第一局。哎，哇，非常精彩哦。
好，我们第5届格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社男组的冠军战哦，优家早餐跟可丽的冠军争霸，第1局就打得相当激烈，最后是打到28比26，由可丽来拿下第1局，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啊。是，那现在比赛到第2局，还是由画面上在左边的可丽要来率先发球哦。来看到这球处理，哇，还是想办法要来个扣杀，但这一球并没有过。第2局还是由可丽来率先拿下分数。最低拍的快攻，但可丽挡下来，回过头还是进攻的机会，但也被和谢宗佑完全给拦下来了。没错。1比1，哇，完全被抓到了。解罚没有问题，再来看侯佑成的进攻，直接打下来。哇，现在手感非常的火烫哦！刚刚第1局最后的后半段的分数几乎都是由他来帮可丽给拿下来的。现场团队在第2局又来到2比1的领先，要继续来发球。哇，这边是被拦下来喽。林宝贤刚刚的进攻，这里后续队友想要再卡拔，但也来不及。可丽来到3比1的领先。哇，刚刚这样扑下去，场地有些湿滑，需要再整理擦拭一下哦。继续由侯佑成来发球，哇！但这个角度抓得太低了，发球没有过。让优家早餐拿下第2分，2比3，1分的落后。拦到了，又拦到了。就优家早餐背号3号的林宝贤，哇，抓到这个位置哦，拦下来，成功的将比数给扳平。哎呦，哇，最后还有，但也来不及了。没错，背号优家早餐背号2号的万家荣奋力的扑下去哦，但还是来不及来处理这颗球。比数来到4比3，可丽1分的领先。哇，结果来到第2局，现在就连原本几乎是10拿9稳的卢胜嘉哦，这次的扣球也直接挂网哦。现在让可丽来到5比3，2分的差距。快攻！哇，这里掉的还不错，还有机会再救回来，处理过来，变成优家早餐的 chance。快攻！这边还有，哇，打得非常强势，哇，这一颗狠狠砸过来，是让优家早餐接喷哦。背号12号沈宏庭，左手狠狠的砸了下去，帮助可丽拿下第6分。这边还有终结的机会，再找到卢胜嘉，界内，对，这球成功的抢下分数哦，及时的修正，让比赛再回到2分的差距。卢胜嘉发球。哇！结果这一颗杀过来，完全没有时间来应对哦。廖国勋又帮助可丽拿下分数。
7-4。这里救起来，再找个卢胜嘉，快攻！这球快攻反的是太斜了，并没有处理好哦，这一球。整个时机其实做得很不错啊，但这个做球的位置并没有到太过的理想。对。哇，这球还有哦，直接拨过来再救起来，优家早餐的机会，打向后排，可利有守住，再处理过来，哇，快攻，直接来个快攻，这里还有，球过来。最后球刚好落下来哦，直接一个挤压到优家早餐这边，反而是让可利给拿下分数。哇，这边可惜了，8-5，可利来到3分的领先。这里接发稍微处理的没有到很完美，不过还有及时的修正回来。可利的进攻，这球直接往林保贤的脸上招呼过去哦，是，直接反应不及，没有办法接下这颗球。我们再来看，哇，这个狠狠的扣过来，又快又狠啊，帮助可利拿下第9分。现在第2局来到9-5的领先，也让场边优家早餐这边是要叫出暂停哦。毕竟来到第2局，突然好像有点要被拉开的感觉，现在需要赶快叫暂停，来稍微止血修正一下。现在暂停回来，还是可利的发球。哇，穿过去是，哇，暂停回来有收到效果。对，优家早餐靠着6号林荣琛的扣杀，成功抢回分数。双方3分的差距，这边是要换上20号的吴博景要来发球。哇！但现在侯佑成火力全开哦，延续第1局后半段的好状况。没错。哇！现在教到他这个点，几乎都能够拿下分数哦。从第1局后半段到现在，只有刚刚一个发球失误，他没有成功拿分。对。如果球能够顺利送到他那边，基本上都可以帮可利来拿下分数。现在来到10-6的领先。做起来快攻，但是杀出界了，稍微可惜了一些。背号13号优家早餐的谢宗佑，现在反而让可利变成11-6，5分的领先。发过来，再找林荣琛，过去，又成功打穿了。哇，林荣琛关键时刻跳了出来哦。对，这时候优家早餐很需要他的火力啊。11-7，比赛是4分的差距，要优家早餐17号的徐伟恩来发球。追击起来，再找侯佑成，要防守起来，守住哦。卢胜嘉的机会，就还有救到，哇，最后还能招到侯佑成身上，最后还是拿下分数哦。哇，现在真的手感正烫啊，侯佑成，帮助可利来到12-7的领先。持续可利来发球，
快攻，哇，这个快攻就处理得很到位了。对，优家早餐13号的谢宗佑。缩小到4分的差距，8比12。拦到了，这场洪佑成这次被拦得下来，漂亮。不过团队还有进攻的机会，还有，这球还有哦。这球洪佑成转直线是，这球转直线是杀出界了，是防守的很好啊。哇，这边前几拍优家早餐的防守给足了压力，对，成功抢回分数9比12。哎呀，关键时刻林荣成这边发球失误啊，是，这下就很亏喽，又把球权跟分数给送回给对方。对啊。再找卢胜嘉，哇，这球第一拍又救起来，后面刘佑成再飞扑也来不及了。哇，还是得靠他哦，他必须这时候要想办法挺身而出。没错，一定要跳出来啊！3分的差距13比10，是可力领先。大包，哎呦！哇，这边再救起来还有机会，哇，就直接换第一手勾过去，看他，好球！哇，还是交给卢胜嘉，成功抢下分数。对，哇，这边给的很到位哦，13比11，2分差距也让比赛这边再出现暂停。是。11比13，暂停回来之后，要优家早餐的谢宗佑来发球。还有，走过来，反而是个好机球！哇，这分拿得很精彩哦！没错，永不放弃啊！哇，硬是救回来之后，让优家早餐背号3号的林宝贤有一个哇，这边变线的进攻也打得很聪明哦。对，让分数又回到1分的差距。哇，这边直接快攻塞进来，还有进攻的机会。这里2号位的攻击成功的拿分哦，现在将比数扳成平手了，13比13。哇，一样2号位的攻击还一颗回去。对，哇，可力这里也表现得相当强势哦。这颗强烈的扣杀只将对手接分了，14比13。继续要背号17号的秦广成来发球，哇！但这一发是稍微轻了一些，挂完。对，直接又是个发球失误，让比赛又变成14比14的平手了。好，这时候沈宏庭突入起来，左手从后排的进攻哦，成功拿下分数，15比14。后排，哎呀！结果来到第2局，卢胜嘉现在这场比赛目前后排的攻击的把握性就没有前场那么高了。对，可能在体能状况也有点受到影响啊。是，
16比14。哇，这球没有接好，对，球没有接好，也直接打飞了。哇，现在17比14，这边优家早餐又要叫出暂停哦，分数有稍稍再被拉开的迹象，赶快想要叫暂停来止血一下，对，看能不能有稍微应对的策略哦。那现在暂停回来还是要由目前17比14，3分领先的可莉要来发球。球衔接引导线的攻击，接起来变成是可莉的机会。这时候16号的沈宏庭也跳了出来，是4号位置的进攻哦，18比14，领先来到4分了。对，没有接好，是，好，这边稍作修正，但可莉还有进攻机会，后排侯佑成，这球是被挡了下来。是。算是这场比赛比较少见他的进攻没有成功的时候啊。优家早餐再追回1分，比数来到15比18，要林宝贤来发球。哇，这里又被拦了下来，但这边还有哦，再找到。哇，这球打过来是成功让对手 touch out， 是，还是要靠18号的卢胜嘉哦。对，哇，这球也必须说可莉的反应很快啊，硬是救了回去，但最后是留了个 chance 给优家早餐。所以打过来，界外，对，是直接打飞了。沈宏庭这一扣力道是稍微大了一些。对。这边从后排想要去抓更大的角度哦，但是直接打过头了。现在比数17、18，优家早餐落后1分，稍微做下修正。哇，哇，这边队友稍微撞到了，变成只能救个安全球回来了，变成了可莉的 chance。还有，哇，这边再救到，啊，4-4，哦，连击是。这边来看一下，裁判是做出判决哦，对，是同个球员碰了2次哦，对，变成是让可莉拿下第19分，2分的领先。啊，8-9-15是，哇，这里16号的沈宏庭，说的比较可惜哦，对，又将分数给送给对手。郭靖的发球，哇，轻轻的往后一拨。啊，这边优家早餐是有提出抗议哦，觉得是可能有越过线的情况哦。那我们透过重播这边稍微再来检视一下，哦，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对，目前没有问题，对，刚刚好在他自己的场地这边，所以可莉是拿下20分，现在来到20比18的领先。继续要由可莉1号的曾宇哲来发球，后排的进攻，但这球也打飞了。飞了，是。卢胜嘉的扣杀最后是出界，让可莉拿下21分。快攻，还有快攻，还是有救到。对，
可利的机会，侯佑成的机会球，但却稍微做起来。有家早餐的进攻啊，触网是哇，结果林荣成这个时候是触网哦。对，再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啊，稍微给的太靠中了一点哦。那可利现在来到22-18的领先，哇，这下优家早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哦。是，双方4分的差距。比赛也来到后半段了。哇，直接来个快攻！对，优家早餐这时候会需要谢宗用来做更多主动的进攻哦。再抢回1分，19-22。继续要17号的徐伟恩来发球。就现在要再找侯佑成，哇！这场比赛状况真的很火烫啊！哇，非常稳健的得分点哦。现在来到23-19，可利距离最后拿下冠军只剩下2分的差距。还手找卢胜嘉。哇！但优家早餐展现韧性哦，还不到结束的时候哦。对。哇，这球真的又是跳得老高哦，帮助球队将分数给抢了下来，20-23。发球进来，这里可利也找侯佑成，这边接到还有触网。15号触网是，这里是判决15号的侯佑成说是触网哦，是将分数判给了优家早餐。我们这边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哦，是球碰到，对，这边这样子，对，但不过判决分数是已经判给了优家早餐了。啊，这边场边可利的这边球员，比出要挑战的手势哦，但抱歉，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制度哦。制度对，没办法。哇，这边可利的球员还是在持续的向裁判来做沟通哦，但这个分数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办法，看裁判来进行一下讨论。对，应该没有，所以是这一般来讲应该是还是尊重裁判的，裁判的判决。对，既然当然这个判决是有讨论的空间啊，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说哇，像每球可以像我们通过画面这样，对，等于是甚至到一格一格的去看，所以当下这个判决结果已经出来了。对，还是要尊重。对，分数还是判在优家早餐这边，现在到21-23。球发进来，哇，这边还有可利的 chance， 再找侯佑成，哇，这球还有救到，照打哦，是送到后场，对，来快攻，快攻3球出界了，哇，现在紧张了，对，优家早餐成功追了上来，22-23，追到1分的差距。哇，这个快攻其实 timing 抓得很好啊，但可惜送得太深了一些。这球接发，还有可惜了，救过来，最后球已经送到对手场地过去了，越界了。哇，那现在让可利已经来到赛点了，24-22的赛点。发球进来，再找到侯胜嘉，哇，最后接到，再往前冲，来不及了。哇，优家早餐关键时刻展现了韧性。对，23-24，再追回1分。哇，还是要靠卢胜嘉来做进攻哦。
关键时刻他也没有辜负对我们的期望。现在23-24，国家早餐来发球，快攻接下来结束比赛。最后可力就用这个再见快攻来拿下这场比赛第2局25-23。是。哇！最后可力恭喜可力，就是以直落2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哦，拿下我们第5届阁下杯全国排球锦标赛哦，以28-26、25-23直落2来抢下胜利。恭喜！对，也再次恭喜可力哦。哇，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哦，真的。好，那也再次恭喜可力，最后是以直落2击败了优家早餐，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对。那我们今天主要还是想请我们邱教练针对2队比赛内容来稍微谈一下2队的表现哦。我想我们刚刚看到2队的实力真的是非常的接近，分数也非常的接近。就在那个丝毫的时候，像18号那个早餐那个优家早餐的卢胜嘉，对，卢胜嘉，他在后排攻击的时候失误了那几颗，丝毫的就差这个几分，要不然真的分数会非常的接近。那另外的那个可力的15号，他真的也跳出来了，表现得非常的优异，所以说相对的，而且可力的防守跟接球相对的比那个佑家早餐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说我们相对的比较。就恭喜可力，不过来到最后的这是一场非常高水准的竞技哦，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也再次恭喜可力是以直落2拿下我们第5届阁下杯全国排球锦标赛社男组的冠军。那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也要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感谢邱教练的奖评，谢谢。那我是林志儒，也仅代表全体辛苦转播团队，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场精彩赛事再见了，拜拜。